我叫白秀秀。如你所见，我是一个嘎了50年的大冤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发现我居然生活在一本小说中，我的死因居然是被小说女主吸光了所有气运，最后失足淹死在河中。当我死后，却发现生前十分嫌弃的闷葫芦老公王清河，却在我坟前守了50年。今天他将额头贴在了我的墓碑上，轻轻地对着我说：“秀秀，你等着我，我这就来陪你。”我感动得哗啦啦地流眼泪，眼前却突然闪过一道白光。等我再次睁眼醒来的时候，发现我居然回到了1996年，躺在王清河怀里，他坐在水田里抱着我。我刚才在水田里晕倒了，醒来时就在清河怀里，周围围着好些村民，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声音从模糊到清晰。秀秀，秀秀。我慢慢地睁开眼睛，眼前王清河的脸逐渐清晰。你醒了，好好的怎么会晕倒呢？清河，是你，真的是你。我抱着清河，心里又酸又甜，上辈子没珍惜的，这辈子一定要抓牢。别怕，没事了。清河啊，今天你家老四娶媳妇，你可是家里老大，你们夫妻俩还不回去帮忙啊？老四娶媳妇，难道我重生到了我和王清河婚后的第6年？我正在出神，清河将我抱了起来。你身体不好，我抱你吧，我们回家吧。清河抱着我走进院子，里面摆着几张大桌子，老四和新媳妇周娇娇正在敬酒。赵桂芬笑得眼睛都眯成缝了。我这小媳妇是自带气运，这不她刚嫁过来，家里的母鸡就开始不停地下蛋。周娇娇那得意样，我看着就来气。上辈子她吸我气运的账，今天才算刚开始。清河抱着我走了进来。上一世，周娇娇进门之后，我就开始命运缠身，落水而亡。我做了鬼才知道自己是在一本警理文小说里的炮灰，而女主周娇娇所谓的警理体质，就是以吸收别人的气运为代价。哎呦，大哥回来了！你这大白天的就抱着大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娶媳妇呢。众人都嬉笑起来。这么多人呢，也不知道羞啊！丢人现眼的玩意，还不快下来！清河有些不好意思，准备将我放下来。不许放！清河听完我的话后愣住，村民们也一脸吃惊的模样。你说什么？好了，妈，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大嫂，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这个人天生运气好，以后肯定也能帮你。来，我敬你一杯。我一挥手打掉了周娇娇手里的酒杯，在场的所有人都纷纷变了脸色，酒杯摔在地上的脆响，让院子瞬间安静。我知道好戏开场了。哎呀，不好意思啊，弟妹，我身子不舒服，借不住酒杯。说完，我便柔弱地倒在清河怀里。白秀秀，你非要在大喜的日子搞这出事吧？妈，你还知道今天是大喜的日子，那你还让清河去山里打猎，要不是为了出去找他，我能摔在水田里吗？你这心都偏到姨姥姥家去了，也不怕叫人笑话。大嫂，大哥是家里的老大，老大就得啥事都他干啊！你们这些人是断手断脚还是死了？大喜的日子，你敢说死？回屋！哎，听你的！赵桂芬生气的一把拽着王清河的袖子。站住！王清河，到底谁是你吗？当然您是我吗？但我听的我媳妇的。赵桂芬的脸跟调色盘似的，红一阵白一阵，看得我差点笑出声。你个不孝子！清河抱着我向着屋里走去，我得意的笑了笑。上辈子周娇娇夺我的妻运，这家子也是他为保专挑我们家欺负，这辈子我就利用周娇娇这个邪门妻运来收拾你们。清河把我放到床上，坐在旁边盯着我看，眼神里的羞涩藏都藏不住。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结婚这么久，你还没让我抱你这么长时间。我猛然亲了王清河一下，王清河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看着我狡黠的笑容。清河被我亲得手忙脚乱，打翻了水杯，那慌慌张张的样子，跟个毛头小子似的。渴了吧？我给你倒水。这些年整个王家的收入几乎都靠王清河，上一世我也因为他对父母的顺从越发看他不顺眼。想到从前清河把饭递给我，我却一脸高傲地打翻。我死后，他认定了是王家人害的我，便疯了一样和他们作对，甚至为了给他们添堵做起了生意，为富一方，却郁郁而终。清河，以前是我冷落你了，以后……话还没说完，明明和月月跑了进来。妈妈，明明，月月，活着真好，以后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我们。刚才和赵桂芬吵了一架，清河抱着我回了西屋休息，想着上辈子家人受的苦，我得抓紧行动。先从刚躺下没一会儿，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还睡？日上三竿了就知道睡，还不起来干活？妈，看来二嫂他们说的没错，大嫂真是又馋又懒。我直接把门打开，一盆水泼向赵桂芬和周娇娇，他们两个像两只落汤鸡一样呆在原地。你干什么？哎呦，是吗？和四弟妹啊，这大清早的我还当是什么小人在我门口嚼舌根呢？你怎么说话的？秀秀，你怎么回事？王清河放下柴火，抢过我里的盆，我以为他要训斥我，不免有些紧张。赵桂芬露出得意的笑，
你身体还没好，谁让你下地的？要打水跟我说啊，这水多冰啊！看着清河紧张我的样子，我心里一暖。这木头疙瘩虽有些愚孝，但对我是真的上心。上辈子我怎么没注意到，他虽有些愚孝，但对我是真的好。这唯一的毛病，我迟早给你改了。还是干活吧，要不然妈又要不高兴了。赵桂芬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妈，大夫说了，秀秀这次受伤至少得休息半个月。半个月？你瞧他像是不舒服的样子呢。我立马装柔弱，开始咳嗽，就是要让清河心疼，也让赵桂芬没话说。这招对付愚孝的男人最管用。赵桂芬和周娇娇不可置信看着我表演。秀秀，你没事吧？妈，以后秀秀的活我干，您别打扰她了，行吗？他是演的啊。老公，腿疼，棒。他在清河怀里，看着赵桂芬气得吹胡子瞪眼，虽说他没胡子，我心里乐开了花。这娘俩总算吃瘪了。反了，真是反了！老大你疯了，你就这么惯着你媳妇？王清河走到赵桂芬面前，老大，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秀秀让我把门关上，于是当着赵桂芬的面把门关上。你居然敢不听妈的话！妈，您怎么把正事给忘了？你放心，妈肯定让他们把屋子让给你们两口子。她躲得过初一，还躲得过15。我在屋内听到这娘俩又凑一块琢磨事，指定没好事。没过多久，我刚到院子就发现他们在那里等着我。看我走来，几人飞快地交换了下眼色，会心一笑。哟，找我什么事啊？妈，秀秀来了，快坐，我们在聊老四两口子屋子的问题。看来是跟上辈子一样，看我的屋子用娘家的钱规制好了，想让我跟老四两口子换屋子。上一世我的命运就从直接拒绝这个锦鲤女主换屋开始。老四两口子新婚，住在你们那边的隔间确实太不方便了。他们纷纷面露喜色。秀秀啊，我立刻剧烈地咳嗽起来。大嫂，你没事吧？没事，就是最近不知道怎么的，咳得这么厉害，总感觉我那屋不最近有点风水不好。我故意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就想看看他们的反应。不会吧？是真的，你想想，我好好的走在路上都能摔进水田里。难道是我的锦鲤体质改变了这院子的运势？对了，你是不是想换屋啊？要不，妈，我觉得三嫂的东屋不错，我想跟三嫂两口子换。哼，小样，跟我斗，你还弄了点。这话刚说完，赵翠花正好从院门外进来，听到周娇娇的话，脚步停了下来，脸黑得像锅底。也行吧，娇娇，你马上就去收拾收拾。这就换了，不用跟三弟妹说一声，她知道怕是要不高兴了吧？呸，她还敢不高兴？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我没把她扫地出门就不错了。就是这个家妈做主，妈让她换她就得换。赵翠花上前一把拽起周娇娇，一巴掌扇向她。我换你奶奶个腿！周娇娇挨了这一巴掌，捂着脸直抽泣。赵桂芬吓得话都不敢说，我心里那叫一个痛快。好你个不要脸的小妖精，刚嫁过来就打我房子的主意，当我赵翠花好欺负是吧？你干啥老三媳妇？伸手拽住赵翠花。你咋动手打人呢？我们新婚当然要私密空间，反正你也生不出儿子。你还敢满嘴喷粪！赵翠花用力甩开赵桂芬，扑上去扯周娇娇头发，两人扭打在一起。你个泼妇！我让你嘴贱！哎呀，给我住手！我看着他俩扭成一团，撞倒架子还踩飞了鸡，这热闹看得我差点笑出声，赶紧装模作样劝两句。哎呀，有话好说，别动手啊！赵翠花拽住周娇娇的头发，周娇娇掐住赵翠花的脖子，两人东倒西歪，不停地转圈。别打了！混战中，赵翠花一拳打到赵桂芬的脸上，赵桂芬惨叫一声，捂着脸摔在地上。都给我住手！周娇娇和赵翠花保持着拽着对方的姿势停下，看向赵桂芬。赵桂芬放下手，脸上一个熊猫眼睛。我扑哧一笑，白天的架闹到晚上，爹把全家叫到主屋，看他黑着脸拍桌子的样子，怕是要发大火了。丢人现眼！众人板着脸坐在椅子上，赵桂芬脸上带着熊猫眼，周娇娇和赵翠花都挂了彩。你咋回事？才进门就惹事？我没有，大嫂真狡猾，本来是想要她屋子的，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都怪她。还有你，为了这么点事大打出手，老四他们新婚，用下你屋怎么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凭啥他们结婚用我屋子？就凭你生的丫头片子！爹这话戳中三嫂痛处，她眼眶都红了。周娇娇却偷着乐，我心里也替三嫂不值。过2年，各房可都生了娃，家里得扩建。反正你们在家闲着也是闹事，过几天都给我进山采草药赚钱。什么进山？白天家里闹了场架，爹让我们进山挖野菜，我翻箱倒柜找东西，竟翻出以前的嫁妆镯子。这玩意后来被周娇娇抢了去，现在总算回到我手里。找到了，我轻轻点了一下，面前出现一个空间。这镯子明明是我的嫁妆，
却在我死后被周娇娇据为己有。后来我才知道这镯子竟然自带空间，可以快速种植各种草药。正好过几日进山，我正好弄些药材种子，发财指日可待。我伸手再一点，空间消失，王清河推门而入。秀秀，听说你……我赶紧上前捂住王清河的嘴，看了一眼熟睡的月月，明明做了个虚的姿势。爸让你们去山里挖野菜，你身体还没好，要不我跟爸说。不用，我身体都好了。真好了，你可别骗我。全好了。那正好，孩子睡在另一边。闹什么？你儿哥还干活儿呢？是我干活儿，秀秀你明天还休息的。王清河刚准备凑近亲我，吃糖甜。我俩吓得不敢动，确定明明睡过去后，等他睡踏实了，清河才敢凑过来亲我，活像个偷糖吃的小毛孩。第二天一早，我到院子里，看见翠花嫂子在洗衣服，囡囡在旁边玩得正欢。妈妈吃馒头，乖，妈不饿，你自己吃。囡囡起身向屋里跑去，撞到了出来的赵桂芬，馒头掉到地上，囡囡也摔了一跤。哎呦，死丫头赶着投胎啊你！娘这话太刻薄，囡囡只是个孩子，不小心撞她而已。我的馒头，囡囡吃就知道吃，上不了台面的赔钱玩意。囡囡哭得更大声，赵翠花不服气，刚想开口，我走了过来。他是赔钱货，那你是什么好玩意？你说什么？自己都是个女的，还看不起女的，真是笑话。生不出儿子咋了？犯天条了。此刻赵翠花静静地看着我，脸上有感动又有震惊。没女人，那些男的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告诉你，未来男女都平等。哼，走，大伯母给你吃糖。赵桂芬被我骂的一句话说不出，浑身颤抖。把你能的，你还能知道未来的事，气死我了！你瞧瞧，我们王家怎么有这样的媳妇？赶紧的，把我跟你爸衣服洗好。我刚拉囡囡走2步，身后就砰的一声响，回头见赵翠花把水盆踢飞了，这丫头终于硬气一回。妈，你手断了，自己洗。哎，反了，都反了。赵桂芬捡起地上的馒头，狠狠地咬了一口，瞅她那咬馒头的样子，跟狗抢肉骨头似的，差点把我逗乐了。拉着囡囡进了西屋，刚把糖塞给她，赵翠花就蔫蔫地跟进来了。我把糖塞到囡囡嘴里，好吃吗？好吃，谢谢伯母。去玩吧。这糖不便宜吧？再贵还不是给人吃的。我瞅你也是个外强中干的货，屋子都给人抢了，还给人洗衣服呢。那谁让我生的丫头？生女儿咋了？我也生了个女儿，你要自己都嫌弃，那不怪别人看不上你。我家里的钱都捏在爸妈手上，我能咋的？看着他那委屈样，我想起昨天翻出的手镯，正好带他进山挣点底气钱。行了，明天进山，你跟着我走，我帮你满载而归。他疑惑地看着我。赵桂芬几人走在前面，我慢悠悠地跟在后面。老大媳妇，你这么磨叽，太阳都要下山了。妈，我现在可病着呢，要是再累坏了，再传出去，他们骂你我可不管啊。妈，你放心吧，我来照顾大嫂吧。不用，四弟妹你看着细胳膊细腿的，一看就照顾不好我，还是三弟妹跟我一起吧。哎呦，我这虚的，你们先走吧。活不起的玩意，我们走。哼，让你倒霉，以后有的是机会。我才不想跟他们凑一块，这条小路能抄近道，还能蹲个好位置看他们笑话，简直划算。大嫂，咱们这是要干啥去？找个好点的位置，看看他们往哪里走。光看有啥用呢？这时刘小娥一声尖叫，摔到烂泥坑里，浑身脏兮兮的。快拉我起来！有人倒霉了，看来周娇娇马上有好运了。赵桂芬伸手去拉刘小娥，周娇娇跑到一块土丘，看着地上的草药，是黄芪，你们快来看。什么黄芪？那可很贵的。她激动地松开手，跑向周娇娇。刘小娥眼看着要再次向下摔去，一把拽住赵桂芬的腰带，两人一起摔了下去。还说让我倒霉，这娘俩滚成泥鳅的模样，谁倒霉还不一定呢。咋回事？他俩咋这么倒霉？谁知道呢？或许惹了霉神，才进山就这么倒霉，几条命够周娇娇活。赵桂芬和刘小娥奋力爬出来。妈，二嫂，你们看。哟，真是黄芪，这得值不少钱吧？妈，我早说了，我从小运气就好，咱再到前面看看。咱们娇娇真是个小福星，你们等等我。赵翠花和白秀秀跑到土丘前，开始采摘黄芪，把这些种子放在空间里，播出几天就能长出一堆。奇了怪了，这山里人来人往的，咋这黄芪就长在那儿没被发现？大嫂你干啥呢？我赶紧把种子揣兜里，不想让她多问，拉着她就往山丘上走。没啥，走吧走吧。我和赵翠花站在山丘上，
看着周娇娇等人向前走。我要好好利用周娇娇的运气。赵翠花一脸茫然地跟着我，我拽着她抄小路往前面赶，得抢在周娇娇他们前头。此刻，刘小娥又摔一跤，咋这么快又摔一跤？走，咱绕到他们前面去。枸杞，大嫂，你真神了！快，趁他们来之前。我们两人拼命动手扒拉，快步跑掉。随后，周娇娇赶到枸杞藤前，望着空空的枸杞架子，咋回事？我和赵翠花躲在一边偷笑，悄悄往前继续走。后面的路就有意思了，周娇娇他们一路倒霉，我们俩却捡得手软。赵桂芬和刘小娥不停地摔跤，被石头砸倒，被蜜蜂追。我扒开一个草丛，瞪大双眼。赵翠花在另一边找，快看我找到什么了！我的个娘嘞，人参呐！摘了半天了，也累了，歇会吧。我和赵翠花坐在一边，赵翠花高兴地看着袋子里的东西。上辈子我死之后，整的王家之后，他给我孩子洗过几次衣服，偷着给过几次吃的，后来却因为得罪周娇娇，一家都走霉运，跟着大嫂混，一天吃9顿。嘿嘿，大嫂，你说咱要不要私藏一些？说什么混话？我故意板着脸敲打他，这时候私藏容易露馅，可不能让之前的辛苦白费。什么叫私藏一部分？我们就是运气不好，啥都没捡着。咋了？饭天条了？大嫂厉害啊，是我肤浅了。你男人也靠不住，你家丹丹可就只有你了，这钱留着给他买件新衣服不好吗？我知道了，谢谢大嫂。我们刚到山脚藏好东西，就见周娇娇搀着2个倒霉蛋下来了，赵桂芬和刘小娥身上还带着伤呢。老四媳妇咋一点事儿没有？哎呦喂，啊，您这是怎么了？怎么伤得这么重啊？我也不知道咋回事，这虽然有些周折，不过我们可是找到不少东西。大嫂，你们呢？别提了，就捡了点蘑菇，还真是不如你们运气好。赵翠花努力地憋着笑，周娇娇那得意的样子，活像偷吃到饱的小狐狸。可惜她还不知道接下来要面对啥呢。这山里的东西的确不好找，只是我运气比较好，不如下次你跟着我。小心，那是什么？树丛子猛地一分，一头黑黢黢、獠牙外翻的野猪，红着眼珠子就朝着我们几个冲过来了。我的妈呀，这玩意儿可惹不起！咋办？咋办？眼看着野猪就要冲到跟前了，我反应最快，我可不想当肉垫子，一个闪身就往左边跳。赵翠花和刘小娥也不傻，几乎是同时，俩人连滚带爬的躲向了右边。赵桂芬估计是吓傻了，俩眼瞪得跟铜铃似的，直勾勾地盯着冲过来的野猪，腿肚子转筋，愣是定在原地一动不动。妈，快躲开啊！可惜晚了，砰的一声闷响，伴随着赵桂芬一声短促的哎呦，她直接被野猪给拱飞了出去，在空中划拉出一道不算优美的弧线，然后啪叽一下，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几米开外的草地上。那野猪撞飞了人，自己也蒙圈了，开始在空地上发疯似的转圈乱跑，一会儿东一会儿西，速度快得直闪眼。他怎么还不停下？就在这野猪疯跑的最起劲的时候，只听咚的一声巨响，那野猪不偏不倚，一头就撞在了旁边一棵老粗的大树上，4条腿一蹬，哼都没再哼一声，直接挺地就躺那儿不动弹了。死了，野猪撞死了。咱这运气也太好了吧，天上掉肉啊！好你个屁，周娇娇，你个没良心的，老娘都快被撞散架了，你还惦记着肉，还不快过来扶我！哎呦喂，我的腰哎，我的屁股哎！这运气好是真好，可也忒邪门了吧？咋就光撞妈不撞别人呢？一阵鸡飞狗跳之后，大家七手八脚的把哼哼唧唧的赵桂芬给抬回了老王家院子。这咋回事？桂芬，你这是咋整的？这猪哪来的？秀秀，你没事吧？伤着没？我没事。王老哥，赵婶我们给你送回来了。这野猪呢，算是意外之财，但也是咱集体的财产。我就先做主抬回去，一会儿按户分好了肉，肯定少不了你家那份。大嫂，你也真是的，瞎喊啥呀？非弄得人尽皆知。现在好了吧？到嘴的肥肉飞了，还得跟全村人分。本来这整头猪都该是咱家的。啥？娇娇，你说啥？这肥猪本来能全是咱家的。可不是嘛爹，要不是大嫂嗓门大，把大队长他们都招来。四弟妹，你这话说的我可就不爱听了。我不喊人，咋把妈抬回来？难不成让你和我，还有三弟妹、四弟妹，我们几个弱女子抬啊？抬得动吗？还是说你就想让妈一直躺在那荒山野岭里自生自灭？妈平时对你多好啊，有啥好吃的紧着你？你这会儿说这种话，不是白眼狼是啥？我这话音刚落，赵桂芬那刀子似的眼神刷一下就定在了周娇娇脸上。我不是这个意思，妈，您可别听大嫂瞎说。我的意思是，今天要不是靠着我这运气，咱们哪能挖到那么多药材，还白捡啊？不是，是碰上一头野猪呢，这本来都是好事。四弟妹啊，你老说你自个儿运气好，可我这咋越看越不对劲呢？你看啊，
跟着你上山的，妈被撞飞了，二嫂也吓得够呛，就我跟大嫂啥事没有，好好的。你这运气咋还挑人呢？光望自己不望别人啊？这咋能怪我啊？都是运气，运气的事儿谁说的准？你看我这不是就好好的吗？一点油皮都没蹭破。对啊，问题就在这儿，咋就你一个人好好的，跟你一块儿的人倒大霉，妈差点连命都没了。四弟妹，你该不会是会啥妖法吧？专门吸别人的运气旺自己。妖法这俩字一出来，好家伙，周娇娇那张原本因为着急有点红的脸，瞬间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一个字都蹦不出来了，只剩下满眼的惊恐。院子里所有的人，王守成、赵桂芬、刘小娥，甚至包括一直没怎么说话的王清河，都看着他。胡说什么呢你们？赵翠花你血口喷人，最后野猪冲过来的时候，你们不也躲开了吗？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躲了，凭什么光说我？合着你的意思是妈活该倒霉，妈就不该躲，或者妈没躲开是她自己的问题呗？我不是这个意思，白秀秀你别往我身上泼脏水。你就是这个意思，妈差点就死了，都是你，就是你克的。自从你老是显摆你运气好，咱家破事就多了。放屁！赵翠花，你少在这胡说八道。谁胡说八道，谁心里清楚啊？你就是个扫把星。都给我闭嘴！啥年代了，还妖法，还扫把星？以后谁也不许再说这种怪力乱神的东西，听见没？这些药材我没收了，等哪天我去公社卖了钱，家里所有人平分，谁也别想独吞。周娇娇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辛苦苦靠着好运气采来的药材被夺走，那张脸啊垮得跟苦瓜似的。我在旁边瞧着，心里那叫一个舒坦。爹，您瞧这些药材，他毕竟是我，还有妈、二嫂，我们仨一块找到的，费老鼻子劲儿了。这卖的钱，咱是不是可以多分一点啊？按劳分配嘛，不是？哎呦，四弟妹，你这话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也这么觉得。爹，妈，往后我家清河上山打的猎物，下水摸的鱼，是不是我家也能多拿一点？毕竟是他出的力气嘛。那可不行，你们这是想干啥？想分家啊？门都没有！我告诉你们，只要我跟你爹还活着，这个家就不能分。以后家里的收入，不管是谁挣的、裁的、打的，统统归公。你们兄弟4个都得平分，谁也别想藏私房钱。院子里的吵闹总算是暂时消停了，我心里惦记着事儿，一把拽住自家男人王清河的胳膊，也顾不上跟他多说，急匆匆的就把人拉进了他们住的西屋。秀秀，你这干啥呢？大白天的还关门？我这不是怕人看见吗？小心驶得万年船。秀秀，这大中午的，时间有点短啊，我可能不太够的，要不咱等晚上再来。你想啥呢？脑子里能不能装点正经东西？我是有正事儿给你看。我白了他一眼，也不再卖关子，赶紧从怀里掏出那个他事先准备好的，看起来鼓鼓囊囊的小布袋，把里面的东西哗啦一下全倒了出来。好家伙，里面也是各种草药，品相看着比周娇娇他们那些还好。你瞧，这是啥？媳妇，你这些草药哪儿来的？咋搞得比他们几个的还多，品相也更好？那当然，你媳妇我能耐着呢。我偷偷截胡了老四媳妇看上的几处好地方，回头这些卖了钱，我跟老三媳妇5分账，他帮我打掩护来着。过几天我就偷摸去县里卖换钱。对了，还有更厉害的，你瞧这个。我说着，伸出戴着那个不起眼银镯子的手，心里默念，集中精神，轻轻点了一下镯子，顿时，一个只有我能看见的虚幻光屏出现在面前的空气中，上面似乎还有一些图标和文字。媳妇，你让我瞧啥？那儿啥也没有啊。哎呀，忘了你看不见，就是个很神奇的东西，跟仙家法宝似的。你看，我没骗你吧？我之前就用这点金银花种子试了一下，哼，还真管用，长得又快又好。我还弄了好多其他种子在里面呢。过不了多久啊，咱们就没有源源不断的好药材。咋了？你这啥表情？咋不高兴啊？不相信我？秀秀，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个啥东西？是山里啥精怪附在我老婆身上了？我老婆她……王清河，你犯什么傻？我当然是白秀秀，是你明媒正娶的媳妇，主假包换，什么精怪附身？你看话本子看多了吧？那你证明给我看。怎么证明？你亲我一下，我就信你是我原装正版的媳妇。想得美。我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背上早就准备好的一个小布包，里面装了点掩人耳目的东西，还有打算偷偷寄给娘家的一点心意，准备离开。大嫂，你这急急忙忙的，是要去哪儿啊？我无奈的回过头，就看到周娇娇搀扶着赵桂芬，两人也都背着个包，正从正屋里走出来。赵桂芬脸上还带着点被撞后的虚弱，但眼神已经精神了不少。啊，是四弟妹和妈啊，我去趟县里，给我妈寄点东西。你们这是？巧了不是，我陪妈去县里，把咱们昨天采来的那些药材给卖了，正好。大嫂，咱仨一块走吧，路上还有个照应。
这周娇娇真是阴魂不散啊！您可真是太壮实了，这才被撞了几天啊，就能下地走这么远的路去县里了。要我说，您还是在炕上多躺躺，养好了身子骨要紧啊。到了车站，我本来想坐车省点力气，毕竟身子还没完全好，结果妈和娇娇又来拦我，真是让人头大。跟你一起走，谁知道会倒什么霉啊！我身子还没好，得坐车，我在县里等你们哈。你个败家的，四肢健全，非要坐车，咱家有多少钱够你挥霍的？就你金贵啊！就是大嫂，咱走着去，省下的钱也能去国营饭店给咱妈买个馒头啊。我突然往地上一坐，周娇娇和赵桂芬吓一跳。哇，你平时欺负我们家也就算了，我身体差成这样了，你还要拿我坐车的钱给你自己买吃的，简直丧尽天良啊！路人们纷纷看来，行，你们不仁就别怪我不义，谁还不会演个戏啊？路人们立刻被吸引过来，对着周娇娇和赵桂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哎呦，这咋回事啊？当婆婆的欺负儿媳妇啊！看把那闺女逼的都坐地上了。咋了，大妹子？咋坐地上了？快起来说话！陈姐，是你啊，陈姐，你可得给我做主啊！他们明知道我前阵子生了场大病，身子还没好利索呢，就非逼着我走这么远的路来县里跑腿。我实在走不动了，想坐个车，他们就骂我败家，还动手抓我，他们就是想拖死我，好霸占我娘家给我的那点嫁妆啊！呜呜呜！你放屁！谁逼你跑腿了？谁要霸占你嫁妆了？你别胡说八道！行了，赵婶儿，少说两句。大妹子，快起来，快起来！地上凉，有啥委屈起来跟姐说，姐给你做主。陈姐，你是妇联主任，你说句公道话，我用自己的钱坐个车，咋就不行了？他们非要这么作践我，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大嫂，你怎么能血口喷人呢？我们哪有？他咋血口喷你了？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亲耳听见你说的。你说省下的车钱能给婆婆买个馒头，咋的？你想孝顺婆婆是你的事，拿你大嫂的车钱去孝顺，你这算盘打得挺响啊！陈主任，不是你想的那样，是秀秀她。还有你，赵桂芬，你家偏心老小，亏待老大两口子，这事儿全村谁不知道？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这么过分，明天就得到妇联来接受思想教育，听到没有？知不知道啥叫妇女能顶半边天？啥叫家庭平等？赵桂芬瘪着嘴，极其不情愿地点了点头。我心里得意坏了，差点笑出声。但一看陈金花转回头看我，立马又换上那副受尽委屈的小媳妇样。好了，妹子，别哭了，爷上车，姐带你一程。坐着陈主任的顺风车，我没费啥劲儿就到了县城。一下车我就直奔这家最大的康复药店来了。这可是我偷偷攒了好久，又用那个宝贝手镯空间滋养过的宝贝，今天可得卖个好价钱。我走进药店，店里有点冷清，只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在柜台后面。姑娘，买啥药啊？医生你好，咱们这儿收药材吗？收是收，但我们这是全县最大的药店了。你们山里的0033采的那点草药量太少了，不值当，我这不收。医生，谁说我的量少啊？我也不多废话，直接把肩上那个看起来不算太大的布包摘下来，往柜台上一放，然后抓住包底，哗啦啦的开始往外倒。这一倒可就说不住了，各种品相极好的黄芪、枸杞，还有些叫不上名字的草药，跟不要钱似的往外涌。没一会儿就在柜台上堆起了个小山包。我这动静不小，店里原本零星的几个客人全都被吸引了过来，围着柜台瞪大眼睛看。我的老天爷，这么多药材，这得挖空半座山吧？品相还这么好。医生，你看这些量还少吗？这是百年人参啊，姑娘，你哪挖来的？好家伙，这么多，怕不是把整个山头的黄芪都给你薅秃噜了吧？灵芝还是上好的紫灵芝，稀罕物啊！姑娘，你这堆宝贝打算卖多少钱？干什么？这姑娘是来我们药店卖的，是我们店的客人。姑娘，您开个价，您说多少就多少。给我，这灵芝我要了。人参留给我。是我先问的价，我的。我被他们挤到一边，看着这混乱的场面，忍不住抱着胳膊在旁边偷笑，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啊！费了点口舌，总算把那堆药材卖了个好价钱。揣着厚厚一沓钱走出药店，就看见赵桂芬和周娇娇一身尘土，头发凌乱，脏乎乎的从街那头走过来了。我赶紧把钱往兜里一塞，藏得严严实实。妈，刚才路上捡到的那2块钱，可是我眼尖先看到的，是不是该有我一份啊？我要不是摔那一跤，你能看到钱？果然，跟着你周娇娇，喝口凉水都得塞牙缝，走路都能平地摔。妈，你这是又摔了啊？啧，这最近是咋了？运气这么好啊？走平地都摔跤，谁说我倒霉啊？我可是……妈，别说了，咱们快进去卖药材吧，正事要紧。周娇娇那点心虚样，我一看就知道她怕你说漏嘴。行，我也跟进去看看你们能拿出啥好货色，正好看个热闹。
我们3人前后脚走进药店，店里刚恢复平静，医生还在整理柜台。医生，我们来卖药材。哎呦，公明，您又回来了，是一起的。我站在他们身后，赶紧闭上眼睛，一脸嫌弃的用力摇摇头。医生，你看我们干嘛？我们跟他不是一路的。医生，我们带的药材可是最好的，您给看看，这些一口价50块。医生看着柜台上那点寒碜的药材，眼睛瞬间瞪得溜圆。轩，就这点玩意儿你卖50，你咋不去抢啊？出去，门在那边，不送，别耽误我做生意。我心里那个乐啊，刚靠空间草药赚了300块巨款，转头就看你周娇娇拿着那点塞牙缝都不够的边角料敢开口要50，这医生不发火都对不起他那身白大褂。医生，您再仔细看看吗？我这可都是上好的药材，是精心挑出来的。看什么看？人家那位女同志连百年人参带着珍稀灵芝，外加一大把顶好的枸杞黄芪，那么多好东西才卖了300块，你这点破烂玩意儿就敢报50，穷疯了吧你？曾尊，同样是来卖药的，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哎呦喂，这话听着可真舒坦，就这样使劲对他，让他听听显摆他那破运气。那医生，您看我们这些能卖多少？您给个价呗。对不起了您嘞，我不跟你这种人做生意。走，赶紧走，别耽误我干活。看着他俩被医生像赶苍蝇一样轰出药店，我这心里别提多痛快了。出了门，他俩还一路吵到了马路边，我赶紧离他们远点儿，保持1米安全距离，可别把你们的晦气传染给我。都是你，周娇娇，这一路上就听你吹，非说什么你运气好，能报高价能卖大钱，这下好了吧？屁都没卖出去，还让人撵出来，我的老脸都让你丢尽了。啊，这话我可听见了，运气好也不是这么用的，你这不就是把人家一生当冤大头耍吗？人家那累才怪呢。大嫂，你离我们那么远干嘛？看热闹是吧？呵呵。听说了吗？就前面那巷子丢了70块钱呢，说是救命钱，丢钱那老大爷来回找半天了，急得直掉眼泪。我看呐，贤，这都过去多久了？8成是让哪个手脚不干净的眼疾手快捡走了呗。我耳朵尖，正好听见这议论，再瞥一眼周娇娇，眼珠子滴溜溜乱转，一看就没憋好屁，肯定又想出什么馊主意要坑我呢。大嫂，我想起来了，我们来的时候啊，在那块大石头后面看见个好大的包裹，鼓鼓囊囊的，里面看着像是不少碎布头呢。我们当时走得急，没空拿。大嫂，你不是一直想做新衣服吗？你快去看看还在不在，要是还在你就捡回去呗。老四媳妇，你啥时候看见？大嫂，快去啊，去晚了说不定就真让别人捡走了，那布头做件褂子肯定够。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这又干了啥缺德事了？想让我去顶缸背黑锅是不是？那包裹里要真是碎布头，我跟你信。大嫂，别愣着啊，快去啊，就在那边。让，快让，我自行车闸坏了，刹不住了，快闪开。我们仨同时回头，就看见一个老大爷骑着辆破自行车，歪歪扭扭，速度飞快地朝着我们这边冲了过来。我们3个顿时都瞪大了眼睛。我的妈，这破车，按照周娇娇那好运气，这车肯定撞不到他，绝对冲着我或者妈来。不行，我得躲开。我脑子转得飞快，脚下也不慢，一个箭步就窜到了周娇娇的身后，拿你当个挡箭牌再说。我这刚躲稳，心还悬在嗓子眼呢，没想到那失控的自行车跟长了眼似的，猛地一个拐弯，车头唰的一下就偏了，不偏不倚，直勾勾的朝着赵桂芬冲了过去。啊，咋又是我啊？老天爷啊！赵桂芬直接被撞得飞进了路边那个粪坑。我的天，那场面，那味道，现在被2个好心的村民给拽上来了，可这满身的粪啊，真是没眼看。啊，你没事吧？能没事吗？啊，我这腿昨天才被野猪撞了，还没好利索呢，现在又掉进这。哎呦我的老天爷啊，我这造的什么孽啊！对不起啊大姐，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车闸它突然就坏了。对不起就完了，你看把我妈给伤的，腿都快断了，浑身是伤，还弄成这样，你总得赔点医药费吧，不能就这么算了。对，赔钱，必须赔钱，我腿都摔断了，不赔钱你今天别想走。同志您给评理，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刚才在这石头底下放了70块钱了，那是我借来给我老婆救命的医药费，我有急事带着不方便才藏这儿的，等我回来找，钱就没了，我找了半天，心急火燎的才把车给骑坏了撞了人，我的钱啊，那是我老婆的命啊！70块钱，我一听这数，再瞅瞅周娇娇和我妈，他俩那眼神躲躲闪闪的，互相瞟来瞟去，一脸做贼心虚的样子。哼，这钱8成跟你们脱不了干系。没跑了，这钱肯定让这娘俩给捡着了，吞人家救命钱也不怕噎死。大爷，您别急，您的钱是不是就放在那块石头底下？
对，就是那儿。姑娘，你咋知道？你看见了？小了不是，大爷，我弟妹肯定看见了，她眼神好着呢。我不是，我没有。你刚刚不还亲口跟我说，在那石头底下看见的好大的包裹，里面全是碎布头，催着我去捡吗？你眼神那么好，连碎布头都能看见。大爷那么大一笔钱，你能没看见？我没看见，我真没看见。你没看见？你没看见？你慌什么？你是不是想独吞我的钱？那可是我老婆的救命钱啊！你这是丧良心呀，要遭报应的。大爷，您这话说的，我们老王家在村里可是有清誉的，可不能让你这么污蔑。走，四弟妹，咱身正不怕影子斜，没拿就是没拿，咱去公安局说清楚，让公安同志还咱清白。对，去公安局，走，让公安评理。别去公安局，钱在我妈那儿，在她身上。妈，您这腿看样子是好了，能跑能跳还能猫116号了。老四媳妇，你胡说什么呢你？谁拿他钱了？妈，你快拿出来吧，真要为了这点钱把我们送公安局去啊？到时候丢人丢到公社去了。妈，听见没？那是人家的救命钱，你也敢往自己兜里揣？你就不怕晚上睡觉睡不着，不怕遭报应啊？还不快拿出来还给人家大爷！他看着周围人鄙夷的目光，尤其是陈主任那严厉的眼神，终于磨磨蹭蹭，极其不情愿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包。我手快，一把就抢了过来，直接塞到老大爷手里。对不起啊，大爷，这事是我妈不对，我替她给您赔个不是，您赶紧拿着钱去救人吧，别耽误了正事。谢谢你啊，姑娘，真是太谢谢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的钱就回不来了。老头扶起他那破自行车，赶紧离开了。你们两个也太不像话了，捡到别人的钱，还是救命钱，就这么偷偷藏起来，想据为己有，这思想觉悟也太低了。这次看在没造成严重后果就算了，下次再让我知道你们干这种缺德事，非拉你们去队里，让全体社员给你们好好开个批评教育会不可？知道了，知道了，陈主任。站住！我让你们走了吗？陈主任，您刚才不是说这次就算了吗？你是掉了进去，可你也把人家的粪坑给祸害了，得赔，给人家掏粪的10块钱，算是赔偿损失。啥？我掉粪坑里了？我这么倒霉，我还得给钱？还有没有天理了？你们要不是贪心昧下人家的钱，能在这吵吵，能不掉进粪坑里，你还有理了？这钱你赔不赔？行了吗？快给钱吧，这事儿传出去很好听是吧？很光彩是吧？赶紧给了钱，咱们回家洗洗吧，这味儿瑟瑟。赵桂芬脸黑得像锅底，但看着陈主任那不容置疑的表情，还有周围人指指点点的目光，最终还是极其不情愿，磨磨蹭蹭地掏出了10块钱。这一家子真是没一个省心的，也就老大王清河跟他媳妇白秀秀，看着还像个明白人，像点样。这一路捂着脸鼻子回来的，感觉那份臭味都钻进头发丝里了。刚进院子，就看见我爸和王清奇老四坐在那儿，估计是在等消息。啥味儿这是？咋这么冲？啊，爸，别提了，妈今儿个运气好，又掉粪坑里去了，不光掉了，还祸害了人家的粪坑，最后赔了人家10块钱呢。咋又是你啊，赵桂芬？你这又是闹的哪一出？我顺势把妈和周娇娇私吞救命钱、掉粪坑、赔钱的光荣事迹全都抖落出来了。爸，这事真不能全怪妈，本来我们捡，不是，本来我们运气好能白得70块呢，都怪大嫂，都怪四弟妹你好端端的骗我说石头底下有碎布头干什么？要不是你非让我去看，能引来后面那么多事儿，能害得妈掉粪坑。对啊，老四媳妇，你说你是不是没事找事？你是不是诚心啊你？妈，不是，你听我解释。你还好意思解释？在药店也是你故意报高价，结果啥都没卖出去，还被医生给轰出来了，丢不丢人？刚才为了甩锅，你还把咱妈给推出来，说钱在妈身上，你这不是坑妈吗？你安的什么心？好你个周娇娇，亏我还一直觉得你运气好，合着你就是个扫把星，专门来克我的。老四，王清奇，你还愣着干啥？你看看你娶的这缺心眼儿的败家媳妇，你还不赶紧给我打，给我好好教训她。我瞅着王清奇那傻愣愣的样，就知道他是个怂包，根本不敢动手。不过周娇娇的泼辣劲儿倒是被点着了。好啊，你个老妖婆，你居然撺掇你儿子打我，我妈都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你凭啥？你敢骂我老妖婆，反了你了，真是欠收拾！他不打我打，嘴里骂着，张牙舞爪的就扑了上去，跟周娇娇扭打在一起。我妈都没动过我，你凭啥打我？我跟你拼了！别打了，快松手！像什么样子？我正看得津津有味呢，一扭头看见我家清河哥牵着明明和月月站在院子口，都被这阵仗下愣住了。我赶紧冲他们招招手，我们一家4口小心翼翼地贴着墙根，溜边躲进了我们自己的西屋，把这鸡飞狗跳的战场留给了外面那几位。秀秀，外面这又是咋回事啊？妈和四弟妹怎么打起来了？你甭管他们，狗咬狗一嘴毛，
咱过好自己的日子比啥都强。月月、明明，快看，妈妈今天去县里给你们买什么好东西啦？我把买的肉包子和鸡蛋糕、饼干一样样拿出来，摆在炕桌上，那香味儿一下子就飘满了整个小屋。肉包子是肉包子，还有饼干、鸡蛋糕。迅，小声点，乖宝贝，咱自己偷偷吃，不让他们知道。我看着清河哥，又看看吃得正香的明明和月月，心里被一种满满的幸福感包围着。可当我目光不经意间扫向窗外，看到那还在纠缠打骂的一家人时，一个念头无比清晰地冒了出来。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不行，为了清河，为了孩子，也为了我自己，我必须想办法，必须摆脱这家子像蚂蟥一样的吸血鬼。我们要过真正属于自己的清清静静的好日子。啊，清河这人啥都好，就是对他爹妈太孝顺了，心眼太实。我要是现在直接跟他提分家，他肯定觉得是我在闹，不一定会答应，得想个别的法子。正琢磨着呢，身边的清河突然不安稳起来，眉头紧锁，额头冒汗，嘴里发出模糊的呓语，像是陷入了什么可怕的梦魇。秀秀，秀秀，快抓住我！秀秀，清河，清河，醒醒，你做个梦了，快醒醒！他猛地睁开双眼，眼神里还残留着未散的恐惧。秀秀，我刚才梦见你掉到河里了，就是村后头那条大河，水那么急，我怎么都抓不住你，你就……村后那条河，他怎么会梦到这个？难道他梦见的是我上辈子淹死的事？这怎么可能？秀秀，你听着，以后不许，绝对不许你去那条河边，听见没有？离那儿远远的。还有，以后家里跟水有关的活，挑水、洗衣裳啥的，你都不许干。我来，你听见没？好好好，听见了，都听你的。我不去，我离那条河远远的。上辈子他就是因为我的死，才跟老王家彻底撕破脸决裂的。这辈子或许我也可以利用这个方法，让他看清楚，继续在这个家里待下去，我可能真的会没命。昨晚上清河那个噩梦，倒是让我心里隐约有了个主意。一大早起床，心里琢磨着，这是走到院子，就看见翠花正在洗衣盆前吭哧吭哧的搓衣服呢。大嫂，你起来啦！刚邮递员送来一个包裹，我看着单子好像是你娘家寄给你的，我帮你签字代收啦。谢了啊，翠花。我跟你说，上次那药材我卖了300块，一会儿你找个空来我屋里，我把你那份分给你。300，我的娘哎，这么多啊！迅，你小声点，生怕别人不知道是吧？我们俩正低着头，捂着嘴偷着乐呢，赵桂芬就跟个幽灵似的，噌一下从屋里冲了出来，那张脸拉得老长，比生产队那头拉磨的驴脸还长。干什么呢？不好好干活洗衣服，俩人嘀嘀咕咕凑在一起说什么悄悄话呢？又想偷懒是不是？哦，妈，没说什么，我们就在聊大嫂娘家又给她寄东西了呢。大嫂，你命可真是好啊，大哥疼你，娘家又负食，隔3差5就给你寄好东西。他这话一出，赵桂芬的眼睛就跟探照灯似的，刷一下就直勾勾地定在了我怀里抱着的包裹上，那眼神恨不得立刻把包裹烧出2个洞来，好看清楚里面是啥。老大媳妇，咱家可是早就说好的，不管啥收入，那都得交公，一家子一起分。你这娘家寄来的东西，那也算拿来。妈，你真是长得不咋美，想的倒是挺美啊。你敢反驳我？咋了？我娘家心疼我，给我寄点贴己东西，这也得算收入上交。赵桂芬，你咋这么好意思张这个嘴啊？我告诉你，我的东西我给谁不给谁，那得我说了算。你要是真这么不要这张老脸，明儿我就去妇联找陈主任好好说道，让全村老少爷们都来评评这个理。哼！哎，你给我站住！娘，要我说您也是，儿媳妇娘家的东西你也伸手要，这要是传出去，咱老王家的脸可真就没地儿搁了。老三家的还不快进来，杵在那儿干啥？不想吃我娘家寄来的高级饼干啦？哎，来了，妈，大嫂教我呢，我先过去了啊。反了天了，现在谁都能上来说老娘娘去了是吧？他无处发泄，用力一脚踢在旁边的洗衣盆上，结果踢得太重，哎呦，我的脚疼死我了。得，这是你那份，收好了。谢谢大嫂，你可真是我的财神爷。我们刚分完钱，就听见门外有窸窸窣窣的动静，我竖起耳朵一听，果然是你赵桂芬不死心，偷偷摸摸跟过来趴在门外偷听呢。我赶紧给翠花使了个眼色，示意她配合我演场戏。哎呦，大嫂，你这娘家寄来的饼干可真好吃啊，又酥又香，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饼干。那可不，这可是城里百货大楼买的，老贵了，一般人可吃不起。还有这丝巾，这料子，这花色真漂亮，这要是拿到黑市上去，肯定能卖不少钱吧？忒，两个小人得志的东西，疼！听着门外脚步声远去，我和翠花互相看了一眼，再也忍不住，凑在一起捂着嘴窃笑起来。笑完了，
我又从包裹里拿出一包没开封的饼干，塞到翠花怀里。这包是给楠楠的，拿着，别推辞。大嫂，谢谢你。跟翠花合计完，我这心里更有底了。我故意走到院子，大声喊月月和明明。这话就是说给那个躲在墙角阴影里还竖着耳朵偷听的赵桂芬听的。月月、明明，妈妈现在有事要出去一趟，你们俩在家乖乖玩，记住啊，千万别去动妈妈炕上那个盒子，那里面放着你们姥姥刚寄来的金镯子，听见没？很贵重的，不能碰。知道了，妈妈，我们不动。我假装往外走，其实就躲在了院门后头。果然，我刚离开没一会儿，就看见你赵桂芬跟做贼似的从墙角溜出来，左右张望了一下，然后鬼鬼祟祟、迫不及待的就钻进了我的西屋。金镯子，嘿嘿，这下可发财了。他小心翼翼的打开盒子，往里一看，愣住了。哪有金镯子啊？空的。来人啊，快来人啊，抓小偷啊！有小偷进我家偷东西啦！我这一嗓子就跟往滚油锅里滴了水一样，瞬间就炸了。周娇娇、王清河、王清奇、赵翠花，连带着闻声赶来的王守成，全都冲了进来，一个个手里还抄着家伙，锅盖、锅铲、扫帚，五花八门。打小偷，打啊！敢来咱家偷东西！小贼胆子不小啊，偷东西偷到我们老王家来了，看打！一群人上去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了那个黑影一顿。哎呦，别打了，疼死我了！是我啊！妈，怎么是您？西屋那场抓贼大戏闹完，一家子人都脸色难看的挤到了主屋。看这架势，今天这事儿不说清楚是过不去了。丢人现眼啊！老王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你个活不起的老玩意儿！儿媳妇屋里的东西你也偷，你还要不要脸了？哎呦，老话说的可真对啊！这日防夜防，家贼难防。今儿个我可算是见识到了。三嫂，你咋说话呢？妈肯定不是故意的，她就是去看看，对吧，妈？哎呦喂，四弟妹，你这会儿装什么好人呢？刚才在西屋就属你下手最狠，那扫帚抡得呼呼的。我没想偷，我就是好奇，想看看老大媳妇那金镯子长啥样，我就看看。妈，其他的我也不想多说了，那金镯子是我姥姥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你还给我。什么金镯子？我真没见着啊，那盒子里就是空的。他话一出，屋里顿时又炸开了锅，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不可能，我明明放在盒子里的，除了你进去过，根本没人碰过，不是你拿的是谁拿的？你这死老太婆，事到如今还不说实话，赶紧把镯子拿出来。我没有，我真没有拿，我进去的时候盒子就是空的。妈，你就承认了吧，我们都看见了，你还想赖账啊？够了，都别吵了。清河这一声怒吼，带着从未有过的怒火和威严，瞬间就把这乱哄哄菜市场一样的场面给镇住了。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紧张地看着他。妈，以前不管你跟爸怎么偏心弟弟们，怎么把脏活累活都推给我，怎么克扣我们大房的口粮，我都可以忍，因为我当你是吗？但是秀秀不行，我王清河娶她进门是让她跟我过日子的，不是让她跟着我一起在这个家里受气挨欺负，连嫁妆都保不住的。今天你要是不把秀秀的金镯子原原本本的拿出来，这事没完。老大，他是你吗？你刚才说的那是啥混账话？哎呦我的老天爷啊，没天理了，自个儿的亲儿子都怀疑老娘是贼啊，我不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哎呀，妈，你快起来啊，地上凉，别哭了。都把我当贼啊，我这老脸往哪儿搁？我不如死了算了。我和赵翠花站在一边，用同样鄙夷的眼神看着在地上撒泼打滚的赵桂芬，眼接着眼。谁把你当贼啊？话音刚落，陈金花主任就迈步走了进来，赵翠花赶紧闭上嘴，周娇娇也趁机把还在干嚎的赵桂芬从地上拽了起来。赵神子，你这脸是咋了？咋肿成这样？没啥，走路没注意，摔了一跤。摔的？鬼才信呢！你那脸分明是刚才被我们当成小偷，用锅盖扫帚热情招呼出来的成果。啊，您下次可得注意点。要我说啊，这走路就跟做人一样，一步行差踏错，那可就是一生万劫不复啊，可得走稳当喽。行了，你们家的事我先不管，我来是有正式通知，今年公社妇联有个空缺，需要一个干事。我觉得你们家秀秀不错，人品正，脑子活，敢说话，我想推荐她去试试。妇联干部，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是正经工作，有工资，还有面子。陈主任，您再考虑考虑，我大嫂她身体不好，最近都在家休息养着呢。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工作，需要能吃苦的。我年轻，力气大，干活多。妇联那边没什么重体力活要做，最主要的是人品好，思想正，能帮妇女同志们解决实际问题。你上次在车站差点把人老大爷的救命钱给掳走的事，我可还记着呢。这思想觉悟还得再提高提高。陈主任，谢谢您，谢谢您信任我，我一定好好努力，
绝不辜负您的期望，我一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就知道没看错人，那你准备准备，明天就来妇联报道。我先走了。说完，他转身离去。行了行了，都是咱老王家的人，谁去不都一样？反正话我说在前头，这去了妇联，那就是有工资的人了，家里规矩不能破，额外的收入都得交给家里平分，包括你的工资。真当我是那软柿子，随便你们捏啊！想分我的工资，行啊，那你先把我那金镯子的事说清楚，否则陈主任还没走远呢，我这就去请他回来评评理，看看婆婆偷儿媳妇嫁妆，这工资该不该交？老大媳妇，您这是在威胁我们？收入平分，这是咱老王家族上传下来的规矩，谁也不能破。规矩是给人定的，可妈今天偷我东西，干的就不是人事。你们要是非逼着我交工资，那也行，我现在就去把咱们在山里偷捡药材卖钱，没交给队里的事，嚷嚷的全村都知道，让全村人都来跟咱们平分，看谁亏得大。我这话可是戳到他们肺管子了，那药材钱可是他们偷偷摸摸攒的私房钱。我刚一转身，就听见王守成气急败坏的喊人拦我，不许去，拦住他，快拦住这个疯婆娘！屋里几个人下意识就想上前拦我，我心里正盘算着怎么应对呢，就看见我家清河突然一个箭步冲到墙角，抄起那根之前赶小偷用的粗棍子。我看谁敢拦他。老大，你啥意思？你媳妇儿这是要断咱们一家子的财路啊！那你们就答应他的要求。秀秀她那么好，你们为啥就容不下她？她不爱干活怎么了？家里的活，地里的话，我哪样没替她干了？她想自己拿着钱怎么了？那工作是她自己挣来的，这钱本来就是她的。她以前在娘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凭啥嫁给我王清河之后就不行了？还是那句话，谁碰秀秀一下，我跟谁玩命。你们一个个看谁打得过我。清河这一番话说的那叫一个掷地有声，屋里瞬间鸦雀无声。周娇娇气得偷偷用力撞了王清奇一下。你撞我干啥？我确实打不过大哥嘛。王老三这时从外面走进来，看着我们出去的背影，一脸疑惑。咋了这是？大哥咋生这么大气？哼，咱这一家子人精，加起来都玩不过一个大嫂。听到赵翠花这话，我心里偷偷乐了一下，合着你们也知道我白秀秀不是好惹的啊。从家里那摊子烂事里冲出来，我沿着马路走，想喘口气清清脑子。刚走没多远，就听见旁边巷子里有哭声，凑过去一看，几个调皮孩子正拿小石头砸一个蜷缩在墙根的老太太。别砸了，求求你们了，别砸了！干什么呢？住手！都给我住手！谁家的孩子这么没规矩？再砸我立马找你们爸妈去！那几个顽皮孩子被我这么一吼，吓得嬉笑着作鸟兽散，跑没影了。大娘，您没事吧？摔着没有？您家在哪啊？我送您回去吧。谢谢你啊，好心的姑娘，我没事，你不用管我，我就在这坐一坐就好了。她是村东头吴家的老太，老了不中用了，在家天天被她儿媳妇张四喜打骂，这估计是又被赶出来了。造孽啊！一听他是被儿媳妇虐待赶出家门的，我这刚当上妇联干部的劲儿噌一下就上来了。这事我管定了，这不就是我该干的活吗？大娘，您别怕，你要信我，这事我帮你解决。不用了，好姑娘，真的不用，我坐会儿就回去。姑娘，你是外村来的吧？你不知道，她那个儿媳妇张四喜可是咱村出了名的悍妇，蛮不讲理，撒泼打滚啥都干，一般人可管不了。你别忙没帮上，再把自己给搭进去，挨一顿打可不值当。他敢！大娘，你别怕，我是咱们公社新来的妇联干事白秀秀，你这事正好就归我管。走，我现在就送你回家，找你儿媳妇说道。刚才在路上撞见吴老太被小屁孩欺负，一问才知道她常年被儿媳妇张四喜虐待。我这新官上任3把火，不对，是我这妇联干部的责任感瞬间爆棚，当即就扶着她回吴家院子，准备找那个媳妇讨个说法。张四喜，你怎么又打你婆婆？上次我们来调解，你不是保证的好好的，说再也不打了吗？吴老四，你妈人呢？不知道啊，可能跑哪去散步了吧。回来了，吴老太回来了。我扶着颤巍巍的吴老太走进院子。秀秀，你怎么？陈主任，我正要去妇联找您报道呢，路上碰见大娘被几个孩子欺负，就把她送回来了。你就是她儿媳妇，你凭什么打人？打的就是他，谁让他偏心眼子？几个儿子闺女全在城里吃香喝辣，就把我们2口子留在农村吃苦受累。你们不是妇联的吗？正好，赶紧把这老不死的带走，省得我看着心烦。他们几个那是自己争气，靠本事进的城，跟我有啥关系呀？平时他们寄一点东西回来给我，我哪次不是紧着你们2口子先吃先用了？我咋就偏心了？你啥意思？合着我们都沾你光了呗？老不死的玩意看来是没被打够。他说着又拿起了一旁扫地的扫帚，院里众人都吓了一跳，吴老太更是恐惧的往后缩。陈主任赶紧出声阻止：张四喜，你把扫帚放下，别动手。
你敢动一下手试试？我告诉你，你现在打的是你婆婆，算是家事。你要是敢碰我一下，打伤了我这妇联干部，那可就不是家事了，我非告到你吃几年牢饭不可，你信不信？张思喜被我的话震了一下，随即把扫帚一扔，往地上一坐，开始耍无赖，哭天抢地的喊：哎呦喂，没天理了啊！你们妇联逼死人了啊！送我吃牢饭，你们要逼我，我现在就死给你们看！他一边喊一边做事要用头去撞旁边的墙。行，你要演是吧？我陪你演。等一下，我左右一看，快步走到墙边，抄起一把铁锹，递到他面前。用这个，用头撞墙多疼啊，还不一定死得成。用这个铁锹往脖子上挨一下，保证死得快，还不受罪。来，拿着。秀秀啊，这可使不得啊！你不是要死吗？赶紧的啊，还磨蹭什么？怎么还要我们给你挑个黄道吉日啊？张思喜看着我递到他面前的冰冷铁锹，又看看我毫不妥协的眼神，整个人都僵住了，那耍无赖的哭喊声也卡在了喉咙里。他大概从来没遇到过这么不按常理出牌的人。秀秀，那个咱是来调解的，不能这样。陈主任，咱是妇联，是帮人解决问题的，又不是大罗神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人非要作死，咱还能拦着不成？反正他要是真死了，他男人吴老四这么年轻，肯定的续弦，他孩子立马就会有后吗？到时候是打尸吗？那可就没人心疼了。我这话就像一根针，直接扎进了张思喜的心窝子里。他举着铁锹的手立马就垂了下来，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咋不死了啊？我看你身上穿着金褂子，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脸上肉也不少，这吃得好穿得好的，你能舍得死？你骗鬼呢？我这话可说到周围村民心坎里去了，大家纷纷点头，对着张思喜指指点点。吴家人纵容你，惯着你，我白秀秀可不惯着你这臭毛病，你不是横吗？行，我现在就去公社报案，告你虐待老人，侵占财产。我看你这泼妇样儿，到了派出所还横不横得起来？非让你进去蹲几年大狱不可。说完，我做事转身就要走，张思喜这下彻底慌了，也顾不上什么脸面了，冲过来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别，大妹子，妇联同志，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真知道错了，您千万别去报案。哼，现在知道错了，早干什么去了？自己男人没本事，挣不来大钱，你找他去啊？你为难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太太算什么本事？还有你，吴老四，别以为你装聋作哑就没事了，你是眼睛瞎了还是心长歪了？你媳妇这么打你亲娘，你就在旁边看着，屁都不放一个。我告诉你，天下婆媳关系不好，十有八九就是因为有你这种窝囊废、不作为的男人在中间和稀泥。说得好，白干事说的在理，太好了。嘿，这白秀秀脑子活，胆子大，嘴皮子还利索，看来我真没挑错人，是个干妇联的好苗子。还愣着干什么？没听见白干事的话吗？赶紧的，给你婆婆赔礼道歉。陈主任，光动动嘴皮子道歉多没诚意啊，不疼不痒的。这样吧，你刚才不是要打要杀的吗？立即没处使是吧？那就让你婆婆打回来，她年纪大了，没力气，我也不为难你，你自个儿打。她之前挨了你多少下，你就照数打自己多少下，一下都不能少。哈哈哈，这主意好，白干事有办法，四喜家的，快打啊！我们大家伙儿帮你数着，保证不让你偷懒。好家伙，这帮村民的看热闹劲儿彻底被点燃了，喊得一个比一个响，比过年赶大集还热闹，就差有人搬个小板凳坐下嗑瓜子了。是自己动手，还是去吃牢饭？你自己选。张思喜看着我们毫不妥协的眼神，又看看周围起哄的村民，知道自己今天这关是混不过去了。他终于咬了咬牙，不情不愿地抬起手，开始往自己脸上扇。1、2、3。趁着这边自扇耳光大戏正在进行，我扶着吴老太走到一边说话。村民们还在那儿兴致勃勃地数数，还有人起哄说力道太轻，要求重来的。谢谢你啊，姑娘，真是谢谢你。之前也闹过几次，都没人给我这老婆子做主，都不了了之了。大娘，您放心，以后再有这种事，您就直接来妇联找我，我替您撑腰。听说你是老王家清河根儿的媳妇啊？是啊，大娘。难怪呢，王老大清河那孩子实诚能干，是个好孩子，虽说不是亲生的。大娘，您说什么？您说清河他不是亲生的？吴老太话说出口，才意识到说漏了嘴，吓得赶紧捂住嘴巴，眼神闪躲。我瞎说的，我老糊涂了，记错了。姑娘，你别往心里去。从吴家院子处理完的摊子事回来，吴老太那句清河不是亲生的，就像在我脑子里安了架，来回转悠，搅得我心烦意乱。我跟着清河进了西屋，心里七上八下的。这事儿不问清楚，我今晚别想睡了。媳妇，第一天去妇联上班，累坏了吧？来，泡泡脚，解解乏。我都听说了，你今天在吴家可露脸了，现在全村都在夸你能干，是咱们妇女的榜样呢。我自己来就行。不行，
我说了，跟水有关的活你别碰，我答应过你的就得做到。清河，我问你个事，你别多想啊，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为啥爸和妈对你和几个弟弟差别那么大？没准儿你就不是他们亲生的呢。我知道啊。你知道？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村里那些闲言碎语从小就没断过，再加上爸妈对我和对老四他们明显不一样，我早就猜到了，也偷偷问过村里的老人，基本能确定他们跟我非亲非故，好歹把我拉扯大了，没让我饿死冻死，所以我在家多干点活，多受点累，就当是还他们的养冤了，就是委屈你了，秀秀，我早该告诉你，让你不用真把他们当成亲公婆一样忍着让着，白白受那么多气。不过我看你也没忍着，赖马偷你镯子那出，演得挺像，也算给你自己出气了。你知道我是故意赖他的，那你还配合我？我都行，只要我媳妇你开心，怎么都行。他们对我有养育之恩，我对他们尽本分，但谁想欺负你，那可不行。你呀，跟老王家那些人真是一点都不一样。老话说的对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你这根正苗红的，肯定不是他们家那窝里出来的。好啊，你说我是老鼠，成，那我现在就打洞。啊，你别闹，你还没洗手呢，刚给我洗过脚。第二天一大清早，院子里搅和水泥的哐啷哐啷声就吵得人脑仁疼。我推门出去，一眼就看见清河拎着刚打回来的猎物站在院子中间，而赵桂芬又叉着腰在那儿唾沫横飞的使唤他呢。老大，你眼睛瞎了是咋的？没看见你弟弟们忙成这样，还不快过来帮忙和水泥？你四弟这屋子必须在入冬前扩建好，耽误了事儿，看我怎么收拾你。清河沉默着，像往常一样准备放下猎物过去干活。我看着他那逆来顺受的样子，再想到他昨晚说的话，心里那股火蹭一下就冒起来了。这老钱婆真把我男人当免费长工使唤了，今天非得给你点颜色看看。和水泥啊，这活儿我在行啊，我来帮你们。说完，我根本不等他们反应，抄起铲子铲起一大坨混着碎石的湿泥，朝着王清奇、王老二、王老三还有周娇娇他们几个就用力泼了过去。啊，我的新衣裳，白秀秀你疯了？老大媳妇，你疯了是不是？你想干啥？不是你们说要和水泥吗？我不把这水泥沙子撒你们身上，你们怎么知道该怎么往自己身上和啊？我这是在教你们呢。谁说要往身上和了？白秀秀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哼，我有病，这事儿全村谁不知道？你不也知道吗？和水泥了，大家都来和水泥了。王清河站在一旁看着我这样，眼神里充满了心动和深深的感动。一通混战下来，我也有点累了，把铲子往地上一撑，微微喘着气。大嫂，你看我们不顺眼就直说，有必要这样吗？就是啊，大嫂，咱好歹是一家人啊，你干啥非得这么折腾我们？一家人，我男人大清早就上山打了一天的猎，水都没喝一口，这一回来，妻儿还没喘匀呢，就被你们使唤着给你们盖房子。天底下有这么当一家人的吗？我告诉你们，从前怎么样我管不着，但从今往后有我白秀秀在，你们谁都别想再欺负她。我的男人，你们不心疼，我心疼。走，跟我回屋歇着去，这活儿谁爱干谁干。听媳妇的。反了天了，真是反了天了。白秀秀，我告诉你，只要老大还是我儿子，他就得听我的，就必须干活。死老太婆就知道盯着我男人欺负，看你还能嚣张多久。秀秀，你来的正好，你看看，这是我们刚整理出来的名单，都是村里那些平时爱嚼舌根、挑拨是非、闹得家里不安宁的妇女，我们正头疼想个什么办法，好好教育教育他们呢。我接过名单扫了一眼，好家伙，第一个名字就是赵桂芬，这可真是想瞌睡就遇到地枕头的。陈主任，我有个主意，不如就让这名单上的人统一去田里挑粪，给庄稼上肥，挑上的3-5天，我保证他们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回家肯定啥闲心都没有了，看谁还有力气作妖。我从妇联回来没多久，院子里的喇叭就响了起来，都给我勤快点收拾，眼里有点活，谁也不许学老大媳妇那个丧良心的懒货，听见没有？刘小娥和赵翠花互相交换了个眼神，默契的翻了个白眼，手上动作磨磨蹭蹭。喂，社员同志们注意了，我是大队长陈壮士。经过村委会和妇联共同商量决定，为了整顿村风，教育后进，咱们村子这2年那些名声不好，竟给村里抹黑，闹得家里不和的一类人员，明天开始全部到东边庄稼地参加劳动挑粪。下面我宣布名单：赵桂芬、张四喜。喇叭里赵桂芬3个字清晰无比，正在啃苹果的赵桂芬就像被雷劈中一样，整个人都僵住了，手里的苹果啪嗒一下掉在了地上。挑粪这活儿又脏又累，够你这老胳膊老腿喝一壶的了，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门市瞎嘚瑟，到处找茬。妈，听见没？大队长亲自喊你去挑粪呢。哎呦喂，你说说，这缘分真是妙不可言，上次你就掉人家粪坑里了，这次干脆直接去挑粪了。妈，你最近是不是跟这粪特别有缘啊？哈哈哈。
妈，您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去吧，别磨蹭了，万一待会儿队长不耐烦，再用大喇叭喊你一遍，那可就更丢人了。闭上你们俩的臭嘴，不说话没人当你们是哑巴，肯定是白秀秀那个丧良心的在背后搞的鬼，除了他没别人。刚走2步，他又折返回来，心疼的把刚才掉地上的那个苹果捡起来，用力擦了擦，揣进兜里，这才继续往外走。都这时候了，还不忘捡起掉地上的苹果，这抠门吝啬的劲儿，可真是一点都没变啊！下午时候，我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刚走到院子门口，就看见赵桂芬和周娇娇俩人散发着难以形容的味道，垂头丧气的走进来。嘿，这模样看着就让人解气。妈，都怪你自己没站稳，干嘛把我也一起拉下去啊？臭死了！说什么鬼话？要不是你没事跑过来找我嘀嘀咕咕说话，我能分心没注意脚下掉粪坑里，都是你害的。哇，四弟妹，我听说你们今天又在粪坑里团建了，咋回事啊？这接二连三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就好这一口，喜欢这味儿呢。四弟妹，不是我说你，为啥每次嘛跟你在一块就准没好事，不是摔跤就是掉粪坑？我看你啊，不是什么福星，是个扫把星还差不多。说完，我根本不给他反驳的机会，大步流星的从他们身边走过。周娇娇刚想张嘴反驳，一抬头却看见赵桂芬正用怀疑和警惕的眼神盯着她，到嘴边的话又硬生生咽了回去。妈，您可不能信大嫂她挑拨离间啊！今天这事说到底根子还是在大嫂身上，要不是她公报私仇，让您去挑粪，您能去那地方吗？不去那地方，咱们能掉进去吗？所以这账都得算在她头上。这个丧天良的白眼狼，现在把老大也带得跟我们离了心。是啊，妈，您要是再不管，任由他这么闹下去，咱这个家迟早得散。不如咱们想个办法，好好治治他，非得让他吃个大亏，知道厉害不可。站在不远处的赵翠花竖着耳朵，警惕地听着他俩的密谋，脸上露出了担忧的神色。秀秀啊，你最近可得当心着，可能有人要对你使坏。我正愁他们不动手呢，他们不动手，我哪来的理由彻底发作？谢谢三弟妹知会我一声，帮嫂子一个忙。周娇娇撺掇着赵桂芬，把我骗到这偏僻没人的河边来找我麻烦。呵，这正好遂了我的心意。哇，四弟妹，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们俩特意叫我来这荒郊野外的河边干啥？这么偏僻的地方，怕是死个人，烂在这儿都没人知道了。大嫂，瞧你这话说的，多不吉利，死倒不至于，我们哪敢啊？只不过嘛，听说你特别怕水，妈今天就想在这河边好好教教你咱们老王家的规矩，让你以后知道啥话该说，啥话不该说。我怕水哦，是听三弟妹赵翠花说的吧？哎呦，这个大嘴巴哟，怎么啥话都往外传？不好了，大哥、爸妈和四弟妹他们要把大嫂骗到河边，说要推到河里淹死啊！秀秀，等着我！他头也不回地朝着河边方向狂奔而去。院子里其他人，包括报信的赵翠花，也都呼啦啦地跟了出去。哼，让你们欺负大嫂，这下有好戏看了。我看着赵桂芬和周娇娇张牙舞爪地朝我扑过来，心里冷笑一声，早就给你们备好的大礼辣椒水终于能派上用场了。来啊，尝尝你大嫂特意给你们准备的好东西。拿出辣椒水对着他们一顿猛喷。啊，我的眼睛辣死了！这辣椒水可是我特意用最辣的小米椒泡了3天3夜的精华，喷上去那滋味，眼泪鼻涕起流，眼睛火烧火燎的，比上次掉粪坑里还狼狈10倍。咋样？这辣椒水的味儿好闻不？够劲儿不？我让你算计我，还想合伙修理我，真当我白秀秀是吃素的？今天就看看到底是谁修理谁！来人啊！救命啊！杀人啦！秀秀，你还好吗？秀秀，听到清河的声音，我知道证人们到了。我故意卖了个破绽，任由他们俩因为疼痛和愤怒胡乱地掐住我的脖子，把我往河水里按，装出痛苦挣扎、无力反抗的样子。让你打我，让你凶，淹死你个贱人！清河第一个冲到河边，正好看见我被两人按在水里挣扎的一幕，瞬间目眦欲裂，愤然冲上前，一把将赵桂芬和周娇娇狠狠推开，摔在地上。你们干什么？放开秀秀！秀秀，你没事吧？伤着哪儿了？我靠在他怀里，立刻戏精附体，哭得梨花带雨，上气不接下气。清河，你可来了！他们想要我的命啊！要不是你来得快，我就被他们淹死了。清河听着我的哭诉，再看着我浑身湿透、惊魂未定的狼狈样子，猛地抬起头，那双眼睛像是要喷出火来，狠狠地瞪向刚从地上爬起来的赵桂芬和周娇娇。不是，老大，你听我们解释。你们真想淹死我老婆？他怒吼一声，像头发狂的狮子一样冲上前。没有啊，老大，我们就是吓唬他，没想真骂他怎么样。王清河根本听不进他们的解释，
他一把拽住周娇娇和赵桂芬的后衣领，像拖死狗一样，大步就往河水深处走。放开我，放开！救命啊！杀人了！老大，你要干什么？他是你妈，你快松手！他们刚才怎么对我老婆，我现在就怎么对他们。周围王家的其他人围了一圈，看着王清和那疯魔的样子，一个个跃跃欲试，想上前拦，却又都不敢真的上去触这个眉头。大哥，你冷静点啊，别真闹出人命。这时候上去不是引火烧身吗？老大正在气头上，谁拦谁倒霉。你个废物，滚过去拉开呀！那是你老婆，你老婆也在里面，你咋自己不去呢？大嫂，你没事吧？哎呀，吓死我了！你快劝劝大哥啊，别真闹大了。不过瞧他们俩那熊样，真是活该。老四媳妇还整天吹自己运气好呢，好个屁！这下倒霉透顶了吧？坏了，差点忘了周娇娇那身邪门的运气。清河要是真把她伤狠了，万一遭了反噬可怎么办？我想到这里，再也顾不上看热闹，赶紧冲上前，一把拉住王清河的胳膊。好了，清河，够了，松手吧，快松手！王清河正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去，手上还在用力。清河，你就当是为了我想想，真要是闹出人命，你被抓进去吃枪子了，以后我怎么办？月月和明明怎么办？你让我们娘仨怎么活啊？我这话像一盆冷水，猛地浇在了王清河头上。他动作一顿，愣在了那里，最终还是咬着牙，恨恨地将手里半死不活的两人往岸边的泥地里一推。赵桂芬和周娇娇瘫在泥地里，像两条濒死的鱼，拼了命的咳嗽，往外呕着喝进去的河水。老婆，没事吧？你这个孽障，你谋杀亲母，你忤逆不孝，你要遭天打雷劈啊你！谋杀亲母，你是我亲母吗？赵桂芬脸色刷一下变得惨白，眼神里充满了极度的惊慌和恐惧。你胡说八道什么？老大，你是不是魔怔了？我胡说，你们自己摸着良心想想，从小到大你们是怎么对我的？天底下哪有亲生父母像你们这样的？我7岁就被你们赶出去干活挣工分，家里所有的苦活、累活、脏活，永远都是我王清河的，这些我都可以不计较，我可以忍，但是你们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碰我媳妇，不该想要她的命。大哥，你真是误会了，我们没想把大嫂怎么样，真的，妈她就是一时生气，想吓唬吓唬大嫂，让她以后懂事点，没别的意思。哦，原来是妈想吓唬我啊！这么说，这事儿从头到尾都跟你周娇娇没关系了，你只是个看热闹的。好你个小贱蹄子，这会儿想把脏水全泼到老娘一个人头上是吧？要不是你撺掇我，我能来这河边？你个扫把星、丧门星！妈，你还嫌不够乱吗？别闹了。行了，今天这事儿闹到这一步，看在都是一家人的份上，我可以算了。秀秀，他们这么对你，怎么能就这么算了？但是我有个要求，从今年开始，我们大房两口子自己挣的工分分的粮食，还有我自己在妇联的工资，都得归我们自己拿着，我们自己管。老大媳妇，你这不是变着法儿的要分家吗？这不行，绝对不行。爸，您这说的啥话？这哪算分家啊？咱们不还在一个锅里吃饭，住一个院里吗？其他的，比如家里共同的收入，不还照老规矩平分吗？再说了，以往我们大房赚的那些钱和粮食，不也大都在你和妈手里攥着吗？我们这不过是想把自己挣的那份拿回来自己管着，怎么就不行了？可这，行吧，就按你说的办。小贱人，算你狠，你给我等着！他心里正恶毒的咒骂呢。冷不防旁边的王守成觉得今天这一切都是他惹出来的祸事，气得反手就给了他后脑勺一巴掌。都是你个蠢货，败家老娘们，一天天就知道惹是生非，要不是你，能有今天这些破事儿？这一巴掌打得真好，让你在胡搅蛮缠，乱咬人。从河边那场闹剧回来，孩子们都睡熟了。怎么了？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一根头发都没少。他们太狠了，今天要是我晚到一步，我都不敢想。这榆木疙瘩总算知道谁才是真心对他好的了。清河，现在你总该看清楚他们是什么人了吧？你还想继续跟张姨一大家子人挤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吗？当然不，秀秀，我们跟他们分家吧，彻底分开过。我再也不想让你和孩子们在这个家里受委屈了。我的老天爷，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多久了？谢天谢地，这榆木疙瘩总算被敲醒了，知道分家了。家是肯定要分的，但是清河，咱们不能就这么简单的分出去。这些年，咱们大房当牛做马，被他们剥削了多少，吞了咱们多少东西，我必须让他们连本带利的吐出来，绝不能便宜了他们。清河，还有一件事，我越想越觉得奇怪。今天在河边，你提到可能不是他们亲生的时候，爸和妈，尤其是爸，那反应是不是太慌张了？不像是单纯被你顶撞生气，倒像是怕什么秘密被戳穿的样子。王清河没有立刻回答，他沉默着，眼神变得幽深，显然也陷入了回忆和思索。谋杀亲母，你是我亲母吗？王守成和赵桂芬脸上瞬间失去血色，眼神里是显而易见的惊慌和恐惧，下意识地互相看了一眼。你的意思是，
他们不仅仅是瞒着我的身世，而是心里有鬼，藏着更见不得光的事。我打听过，他们俩早年结婚后，好几年都没生出孩子，后来是突然就说从外面抱养了你。可如果只是正经抱养，他们何必这么害怕你替？会不会你根本不是他们捡来的或者正经要来的，而是被他们偷来的，或者用别的什么不光彩的手段弄来的？想知道真相也不难，这事交给我来办，我会想办法弄清楚。啊，你心里有谱就行。今儿可真是折腾坏了，浑身跟散了架似的，早点睡吧。第二天一早，院子里就闹哄哄的。我和清河收拾妥当，有说有笑的刚走进院子，就看见周娇娇像个开了屏的孔雀似的，站在一堆新采的药材前，扬着下巴，一脸的得意洋洋。大哥大嫂回来了，大哥今天上山打到什么好猎物没有啊？我们这个运气可是好得很，瞧见没？不光有这些寻常药材，还找到了一颗小人参呢。这运气可不是谁都有的。你大哥啊，今天运气可不咋的，什么都没打到，空着手回来的。什么都没打到，老大你怎么回事？一家子人等着吃喝呢。是啊爸，没办法，可能因为昨天我在河边差点没了命，清河他担心受怕了一晚上，没休息好，今天状态不行吧？不过没关系啊，这不还有四弟妹他们吗？他们运气好，找到了这么多好东西。按咱家昨天刚说好的规矩，这些东西卖了钱或者换了粮，都有我们大房一份，得平分，我们够不着。走吧，站这儿干嘛？昨天肯定吓着了，回屋我给你按按肩膀，松快松快。爸，您看看，这样下去可怎么行啊？这不等于是我们辛辛苦苦在外面找食，回来还得白白养着他们大房吗？这规矩不公平。周娇娇抱怨的话音还没落，院门口就传来了大队长陈壮士的声音：王叔，王守成叔在吗？在呢，在呢。大队长，啥事啊？是这么个事，刚才公社来人递话，说是有从省城来的人到处打听，找到咱们公社了，说是要来咱们村找你。找我？谁呀？找我干啥？说是来找孩子的，几十年前丢的孩子。什么？你说什么？什么找孩子？我不知道，没听说过。哎呦，王叔，是我没说清楚，是这么回事。省城有一户人家，25年前丢了个孩子，一直没找到，现在托了人，一路打听找到咱们公社了。听说您当年差不多那个时间去过省城那边，就想找您问问情况，看您见没见过什么可疑的人，或者记得啥不？还好还好，听这意思，他们还不知道孩子就是我当年趁机抱走的，不行，我得趁这个机会把他们糊弄过去，绝对不能露馅。看见没？鱼上钩了，你爸心里要没鬼，能是这反应？其实这是清河哥早就安排好了，他找了2个信得过的兄弟，假扮成省城来找人的人，就在村东头那个废弃的空院子里等着呢。王守成跟着大队长懵懵懂懂地走进去，还没搞清楚状况，就被堵在那儿问话了。这人都去找了，怎么还没来？2位大哥，这就是我们村的王守成王叔，当年确实去过省城那边，你们慢慢聊，队上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你就是王守成，听说你25年前春天去过宁县。是呀，那会儿逃难路过而已。那你在康慈大医院附近待过没有？就那时候，康慈医院，他们真的是冲着老大来的，连地点都知道了。没有，绝对没有，我就在县城边上待了几天，没去过什么医院附近。你没有什么，我告诉你，我们可是有了确切消息，才专门找到你这儿的，别想糊弄我们。当年你们家从外边逃难回来之后，没多久就多了个半大不小的儿子，而且你们村里人都说了，你对那个大儿子非打即骂，压根不像对亲生的，这孩子来历肯定不正。怎么会呢？2位同志，你们可别听村里人瞎说八道，那孩子就是我亲生的，就是长得不像我而已。亲生的？我告诉你，丢孩子那户人家为了找这孩子，家里老人都急出病去世了，这事闹出了人命，就不可能善了，我们必须得查个水落石出。出人命了？我们哥俩是收了钱的，必须给人家一个交代。我看你今天就是倒霉撞枪口上了，反正我们也跑累了，干脆就跟那家人说，孩子就是你偷的，拿你交差算了。别啊，2位，千万别报官，我求求你们了，你们这大老远跑来也辛苦了，要不我给你们买点啥，算是我的一点心意。买点啥？你当我们是要饭的？一口价4000块钱，拿钱我们就当没来过，这事烂在肚子里，拿不出钱，我们现在就去公社报案。4000，这也太多了，我上哪儿去弄这么多钱啊？不乐意是吧？行，那我们就该怎么办怎么办。走哥，去公社。完了，全完了。那2人按照计划大步走进了空院子旁边那间破旧的屋子里，清河哥早就等在里面了。王哥，都照你说的办了，看他那心虚的样儿，连价都没敢认真还，你当年10有8九就是被他从医院偷来的。王清河听着这话，看着窗外那个他叫了20多年爹的男人，脸上浮现出隐忍多年的恨意。老丁、大刘，今儿这事真谢谢你们了。王哥，你说这话就外道了。那天在深山老林里，
要不是你碰巧路过，出手救了我们兄弟俩，我们早就被那窝毒蛇咬死，成了山里的肥料了。这点忙算啥？是啊，王哥，跟您救命之恩比，这都不叫事儿。不过这老头这么抠门，4000块钱他能舍得拿出来吗？这可由不得他，他拿不出来，就想办法让他拿。偷了别人家孩子，让人骨肉分离20多年，还想1分钱不花就把事儿平了，天下没这么便宜的事。刚才那俩大哥走后，我跟王清河就合计好了，今晚得给王守成来个噩梦套餐，让他知道藏孩子的代价。什么4000块？他们怎么不去抢啊？你小点声，怕别人听不见是吧？我看他们根本就不是真心来找孩子的，就是一群敲诈勒索的土匪，想要老子的钱，做梦。他们商讨了一会也没有讨论出结果，于是躺下睡觉了。孩子，我的孩子，还给我，把孩子还给我！床上的王守成立刻陷入了可怕的梦魇，他开始不安地扭动，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嘴里发出模糊的呓语：老头子，老头子，你醒醒，你做噩梦了。王守成在梦中被女鬼纠缠，又被猛地推醒，惊怒交加，想也没想，反手就是一巴掌扇了过去。给老子滚开，别缠着我！哈哈哈，这老王八蛋吓破了胆，连自己婆娘都敢打了，看他这下怎么收场。你没事瞎晃我干啥？谁晃你了？是你自己睡着觉突然乱喊乱叫，跟撞了邪似的。你刚才梦见啥了？吓成那样？王守成像是被提醒了，猛地想到梦里那个不停向他索要孩子的女鬼，脸色瞬间又白了。他二话不说，急翻身下床，也顾不上穿鞋，摸黑跑到墙角，哆哆嗦嗦地翻开柜子，从最里面抱出那个沉甸甸的他藏了不知多久的宝贝钱罐子，就着月光开始急慌慌地数钱。好家伙，你爸你妈？哦不对，这老王八蛋和老妖婆家底挺厚啊，藏了这么多私房钱。他们不是我爸妈。老头子，你干啥呢？你不是说不给他们钱吗？说他们是讹诈吗？怎么又……算了，这钱要是不给，我这心里不踏实。你没听见刚才偷孩子这是要坐大牢，甚至要吃枪子儿的大罪啊！这钱要是不给，我怕是连觉都睡不了。每天这么心惊胆战的，早晚的出事。给了钱安心，破财消灾。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故意搬了把椅子，赖在院子正中间晒太阳，其实就是等着看你王守成拿出4000块巨款后，那副心疼的要死要活的肉疼样。活不起的懒货玩意儿，天天就知道挺尸晒太阳，活儿一点也不干。妈，您这声音跟蚊子哼哼似的，大嫂离那么远呢，听得见啊？您要是想骂，就得大点声。来，我给您搭个台子。赵桂芬刚想扯开嗓子骂我，一抬眼正好看见王守成垂头丧气，像被抽了魂似的从外面走进院子。他赶紧把骂人的话咽了回去，快步迎了上去。钱给了，给了4000块啊，就这么没了？什么4000？爸妈，什么4000块？好家伙，周娇娇这婆娘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无声息地摸到了他们身后，跟个幽灵似的，这一嗓子差点把王守成的魂儿都给吓飞了。老四媳妇，你是鬼啊？走路一点声都没有，想吓死谁啊？爸妈，你们先别管那4000块了，我这有一件天大的喜事要宣布，保证让你们高兴。我倒要看看他这又整出什么幺蛾子新鲜事。爸妈，可能是我前几天太倒霉了，掉粪坑啊啥的，把霉运都耗光了，所以老天爷都看不过去，开始补偿我了。你们猜怎么着？今天我上山，碰巧遇见个以前的老朋友，人家现在可在县里罐头厂上班，是正式工。他跟我说了，他有门路，能帮咱家亲戚也安排进厂里工作。真的？哎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老四能进厂当工人，那可是端上铁饭碗了。就是，还是咱们娇娇有本事，有运气，这进了罐头厂，1个月工资得好几10块吧？哼，这周娇娇还真不愧是自带3分锦鲤运，这种好事都能让她撞上。那可不，厂里的工作多金贵啊，多少人挤破头都想进呢。不过爸妈，这工作机会好是好，但人家也不能白帮忙不是，得花点钱打点，不多，就300块，这钱得家里出吧。他这话一出，好家伙，王守成和赵桂芬那脸就跟夏天的天气似的，说变就变，刚才还笑得跟朵菊花似的，瞬间就垮了下来，拉得老长，那表情比生吞了2斤黄连还苦。什么300？你咋不去抢呢？刚没了4000，这又要300。哎呦喂，四弟妹，你这叫啥老天补偿啊？这分明是来掏空爸妈的老底来了。爸妈攒这点钱容易吗？你这上下嘴皮子一碰，张口就要300，可真敢开口。爸妈，我这可都是为了亲戚，为了咱们这个家啊。亲戚可是你们的亲儿子，他有了好工作，将来能不孝顺你们吗？这钱花的值。四弟妹这话说的，家里这几个儿子，谁不是亲儿子啊？难道就我家清河不是亲的？
所以活该从小到大爹不疼娘不爱，干最多的活，吃最差的饭，现在连想花家里300块钱找个工作都没门儿。胡说八道，咱家肯定的一视同仁。老四媳妇，这300块钱，家里刚出了大事，实在拿不出了，你们2口子自己想辙吧。爸您别走啊，再商量商量啊。妈，商量啥？没钱就是没钱。呸，活该！王清河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厚厚的钱，脸上是压抑不住的畅快笑容。媳妇，你看，谁说爸妈不给我花钱？这不，刚给我花了4000块，热乎着呢。我给老丁和大刘他们一人塞了100块，不能让人家白忙活。剩下的，媳妇你都收好。懂，这钱你拿着，你听我的，赶紧拿着这钱去村里或者附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院子，尽快买下来。为啥呀？我估摸着，经过偷孩子这事一闹，再加上今天周娇娇这么一逼，他们那边也快忍不住了。咱们离彻底撕破脸，正式分家，怕是不远了。咱得提前把握准备好，有了自己的院子，才算真正有了根，才能彻底摆脱那一大家子吸血鬼。老头子，你瞅瞅，老大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这阵子拿回家来的东西是越来越少，这以后要是真按他们说的，工分钱和工资都自己拿着，那咱家不是更亏了？还得按规矩分他们一份，想想我就来气。这么下去确实不是办法，我看干脆就想个由头，把他们2口子分出去算了，眼不见心不烦。分出去也行，但是分家咱可得提前做好了准备，绝对不能给他们分钱，一个子儿都不能给。咱们现在刚没了4000，哪还有钱分给他们？那就让他们犯错误，让他们没脸要家产。你找个机会就去寻老大媳妇的晦气，专挑难听的话说，使劲激他。只要他敢跟你动手，哪怕只是推你一把，咱们就抓住这个把柄，说他不孝，殴打长辈，立马就能名正言顺的把他们轰出去，东西也别想分。从王守成他们屋窗外绕回来，我打算回西屋歇会儿。这刚一脚踏进院子，就看见赵桂芬跟周娇娇、刘小娥凑在一堆，不用猜，肯定又在嚼舌根。死老头子这招虽然损，但管用。只要那贱人敢动手，我立马就躺地上，看我不把他们扫地出门。我只当没看见他们，目不斜视，径直朝着西屋走去。老大媳妇儿，你给我站住！没看见我在这儿吗？我有事儿要跟你说。周娇娇和刘小娥一听这话，立刻交换了个眼神，脸上露出看好戏的兴奋表情，就差搬个小板凳坐下了。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别找我媳妇。好家伙，清河这一句话撂出来，就跟一盆冰水似的，瞬间把赵桂芬那点刚鼓起来的嚣张气焰给浇灭了。她整个人肉眼可坚定蔫了下去，像只被扎破了的气球。旁边等着看热闹的周娇娇和刘小娥也赶紧缩起脖子，低下头，假装自己是2只不存在的鹌鹑。那个我就是想说，你看你几个弟媳妇都能干活，都能帮衬家里，怎么就你媳妇这么特殊，天天啥也不干？我立刻用手捂着嘴，佯装虚弱的咳嗽了2声。嗨嗨，妈，强您这话说的，我本来也是能干活，想帮衬家里的，要不是您上次跟四弟妹一起在河边想把我推水里淹死，我至于落下这怕水身子虚的病根吗？赵桂芬一听我就是重提，再偷眼一看王清河，只见他脸色铁青，周身好像温度都下降了几度，他吓得脸都白了，求助似的看向周娇娇刚才站的位置，结果人早就没影了。哎，老公你叫我啊？啥事啊？来了来了。你个死丫头，你给我回来，这摊子事还没完呢，把活干完再走。周娇娇一进屋，看见王清奇正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悠哉悠哉地，他心头的火噌的一下就冒得更高了。王清奇，你个没出息的，天天就知道这么四仰八叉的躺着，你倒是清闲。你知不知道，给你买工作的那300块钱，还是我拉下脸皮，硬着头皮回娘家借的。你倒好，屁事不干，连帮我干点活都不肯。你再看看人家大嫂，你看看白秀秀过得多舒服，啥活不干，大哥还把她当个宝似的捧着。哎呦，你急什么眼啊？我这不是马上就要去上班当工人了吗？我端上铁饭碗，对你没好处啊！我才不学大哥那没出息的样呢！一个大老爷们，整天围着女人转，还给女人干活，丢不丢人？王清奇这话刚说完，周娇娇气得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咬着后槽牙，心里涌起疯狂的嫉妒和恨意。凭什么？凭什么白秀秀那个贱人就能找到王清河这么好的男人，长得俊，能干，还知道疼媳妇，护得跟眼珠子似的？我周娇娇哪点比不上他？只有他死了，只有白秀秀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王清河才有可能看到我的好。对，只有他死了，我才有机会。刚跟赵桂芬拌完嘴，还没清静几分钟呢，就看见他领着陈金花主任和另外2个妇女同志进了院子。我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这老钱婆肯定没安好心，不知道又憋着什么坏呢。秀秀啊，正找你呢。这位是张婶，你上次不是帮着她调解了她家儿媳妇闹矛盾那事儿吗？张婶心里过意不去，今天非要带着点自家种的菜过来谢谢你呢。
张水，您太客气了，这有啥好谢的？都是我分内的工作，快坐快坐。赵贵芬也不凑过来，就鬼鬼祟祟地躲在墙角那边，探头探脑地往我们这边瞅，眼神里闪着不怀好意的光。你们坐着聊，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喝。我来，这种活儿哪能让你干？在赵贵芬的想象里，她趁我不备，故意搅下一半，将整壶滚烫的开水哗啦一下全泼在了我身上。我发出凄厉的尖叫，被烫得痛苦不堪，愤怒之下反手就是一巴掌把赵贵芬打倒在地。啊，赵贵芬你找死！我还不解气，用力踹倒在地上的她。我让你烫我，我让你心肠这么毒！赵贵芬捂着脸呜呜的哭，但透过指缝能看到她正在偷笑。白秀秀，你太过分了，她是你婆婆，你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打她？赵贵芬偷偷笑得肩膀直抖。妈，你一个人在那儿傻笑什么呢？赵贵芬正沉浸在自己完美的幻想里，被我这一嗓子吓得一个机灵，猛地回过神，发现自己还站在原地傻笑，而我已经用鄙夷的眼神看着她。不好意思啊，陈主任、张婶，我婆婆她，可能是最近操心家里事，脑子有点不太清楚，你们别见怪。你们坐着，我去厨房给你们倒点水来。我来倒，这种活儿我来就行。人家陈主任和张婶是来找你谈工作的，你就这么把人晾着，像什么话？传出去，还不得让人笑话我们老王家没家教？他说完，不由分说的转身就往厨房快步走去。我看着他急匆匆的背影，心里警铃大作。事出反常必有妖，这老东西平时恨不得我伺候他，今天这么积极主动，肯定要搞小动作。我坐回桌前，眼睛却一直盯着厨房方向。果然没过多久，就看见赵贵芬端着一壶热气腾腾的开水出来了。就等着走到我身边时，不小心滑倒，把那壶开水全扣在我身上。眼看着赵贵芬端着壶瞄准了我的方向，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恶意走过来。我瞅准时机，在他快到我跟前时，装作不经意的把脚往外一伸。啊！他手里那壶滚烫的开水一点没浪费，全泼在了他自己身上，烫死我了！哎呦，我的妈呀！哼，想泼我，这下自食其果了吧？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活该！哎呀，妈，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我弯腰捡起那个还在滴水的空壶，故意手一滑，晃了一下，壶里剩下的一点热水又溅到了他被烫红的皮肤上。哎呀，这水怎么这么烫啊？那水壶哐当一声又砸在了他身上，残留的开水再次给他来了个2次伤害。啊，白秀秀，你故意的，你个杀千刀的！这下院子里可热闹了，左邻右舍都被他那杀猪似的惨叫吸引过来，围了一圈劝架的、看热闹的。赵贵芬坐在地上，捂着被烫红的手臂和腿，疼得龇牙咧嘴，脸色难看得像块抹布。对不起妈，我这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想扶您起来，没想到这水瓶这么滑手，您没事吧？赵大娘，您快起来，地上凉，莫烫坏吧？你放屁！你个黑了心肝的小贱人，你就是故意的，你故意伸脚绊我，故意拿开水烫我，你想害死我啊你！妈，您怎么能这么想我？我真不是故意的，而且这开水瓶，您刚才拿过来的时候咋没盖盖子啊？这多危险啊！这要是真泼到人身上，那可不得了。哎呀，秀秀，你这手也被烫红了一片。赵婶子，你看看，你媳妇好心扶你，手都被烫伤了，你不说关心两句，还在这红口白牙的污蔑人，有你这么当长辈的吗？就是啊，赵大娘，这事儿说起来还是您自己不小心，拿开水壶怎么能不盖盖子呢？这多悬啊！今天亏的是秀秀反应快，只是烫红了一点，这要是泼湿了，不得脱层皮啊！秀秀才无辜呢。哼，秀秀多好的媳妇啊，在妇联干活干得漂漂亮亮，回家还受这委屈。赵大娘有这么明事理能干的媳妇，你咋就不知道珍惜呢？非要闹得鸡飞狗跳。我看着你赵贵芬被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得哑口无言，那张老脸一阵青一阵白，气得呼哧带喘，又说不出反驳的话，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这就叫自作自受，活该。算了算了，陈主任，各位婶子嫂子都别说了，婆婆是长辈，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受点委屈没什么，只要她老人家消气就行。那不行，长辈也不能仗着年纪大就胡搅蛮缠，欺负小辈，这风气不能助长。赵婶子，我看你是记吃不记打，上次挑粪还没让你长够记性是吧？先从明天开始，你再给我去挑3天粪，好好反省反省，看你还敢不敢这么作妖。赵贵芬一听又要去挑粪，眼睛都瞪圆了，气得胸口剧烈起伏，张嘴就想撒泼反驳。可就在他刚要开口的节骨眼上，一个村民慌慌张张连滚带爬的跑进了院子。赵大娘，赵大娘，不好了，出大事了！您家老四媳妇周娇娇在村口跟人打起来了，打得可凶了，拉都拉不开，您快去看看吧。一听说老四媳妇周娇娇跟人打起来了，我也顾不上看赵贵芬那副被烫伤的狼狈相了，跟着陈金花主任就往山脚跑，老远就看见一群人围在那儿，指指点点的。
这还有没有天理王法了？这枸杞是长在山里的，是老天爷赏的，凭啥就非得说是你周娇娇的？你叫他一声，他答应吗？这又是咋回事？怎么还动起手来了？还不是为了争这点枸杞，两人吵着吵着就上手了。夏寡妇想推周娇娇，结果自己没站稳，脚下一滑，摔了个大屁墩儿，就把自己摔成这样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我瞅着夏寡妇那摔得龇牙咧嘴的样，心里直乐，这可真是想欺负人没欺负成，反倒把自己给坑了。都怨你，你个死丫头片子！要不是你非要跟我抢，我能跟你动手吗？我不动手，我能摔成这样吗？这山是你老王家开的啊，啥好东西都成你家的了。周娇娇，山里的东西那是集体的，谁看到了，谁勤快，谁就能采，哪有只许你拿，不许别人动的道理？你这是什么思想？这心态绝对要不得。周娇娇，夏寡妇说的是不是真的？你真说过这山是你家开的这种混账话？这下所有围观的人，包括赵桂芬，目光全都齐刷刷地射向了周娇娇。周娇娇被这么多道目光盯着，尤其是陈主任和大队长那审视的眼神，顿时紧张的不行，脑袋都快埋到胸口去了，哼哧哼哧的说不出句整话。队长，陈主任，你们千万别误会，我真不是那个意思。什么山是我家开的，这种混账话我哪能说啊？是夏婶子她听差了，肯定是我三嫂，是赵翠花在旁边乱喊乱叫，这才让夏婶子误会了，都怪我三嫂嘴快。他这话一出，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唰的一下，全都从周娇娇身上移开，齐刷刷的射向了原本站在一边纯看热闹的赵翠花。赵翠花正看戏呢，被这突如其来的指控搞得一愣，眼睛瞬间瞪得溜圆，一副人在旁边站，锅从天上来的懵逼样。三嫂，你说你也是这么大个人了，怎么还能随便乱传话，瞎起哄呢？你看现在闹的，夏婶子都摔成这样了，多不好！你说说，你这不净添乱吗？好你个周娇娇，你啥意思啊？你自己满嘴跑火车惹出来的祸事，还想把脏水泼我身上？队长，陈主任，你们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满嘴喷粪。他周娇娇可不是什么好东西，自打她嫁进我们老王家，家里就没太平过。上次就是她在河边挑唆我婆婆，想把大嫂推进河里淹死，是不是啊？大嫂，你可是当事人，你给说句公道话。赵翠花这一嗓子石破天惊，直接把在旁边安心当吃瓜群众的我给喊愣了。好家伙，这战火怎么突然就烧到我这儿来了？眼看着所有人的目光又唰的一下聚焦到我身上，我心里暗骂赵翠花这个直肠子，但脸上立刻切换表情，赶紧低下头，用手背假装擦擦根本不存在的眼泪。老三媳妇，你看你都过去多久的陈年往事了，还提他干嘛？说到底，咱们不还是一家人吗？何必闹得这么难看呢？过去的事，这种事能叫过去吗？秀秀多好的人啊，在妇联干活任劳任怨，回家还要受这种欺负，你们老王家也太不像话了，居然合伙想把媳妇推河里，这简直太过分了。陈主任这一发火，周围村民看向周娇娇和赵桂芬的眼神更加鄙夷了，指指点点的议论声也大了起来。不是的，陈主任，不是那样的，那都是我婆婆，是婆婆她看大嫂不顺眼，是她主使的，我就是跟着去了而已。老四媳妇，你放你娘的狗臭屁！你胡说什么？现在是在说你的问题，你少往我身上扯。大队长，陈主任，我作证，我家这个四儿媳妇平时就不是个安分的，她以前就老把这东西合该是我的，都是靠我运气好才能找到这种话挂在嘴边，那自私自利的劲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妈，你咋能这么说话呢？你到底哪头的啊？你还是不是我婆婆了？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就是说过，当着我的面说过不止一回，你就说过。这下可好，刚才还勉强算是婆媳同心的两个人，瞬间内讧，当着一众乡亲的面，互相指着鼻子，唾沫横飞的对着对方就是一通毫无形象的乱骂，那场面比刚才抢枸杞打架还热闹。行了，都给我闭嘴，吵什么吵，像什么样子？他这一嗓子总算把两人的对骂压了下去。大队长脸色铁青，目光严厉的看向周娇娇。周娇娇，你婆婆都这么说了，这总不能也是假的了吧？你还有啥可狡辩的？周娇娇见说不过，只能委屈的落泪。哭也不行，你思想不正，必须给人家夏寡妇出医药费。还有，明天中午你要在队上做检讨。什么检讨？我在院子里歇着，村里喇叭这就响起来了。看来大队长是真气得不轻。我是周娇娇，下河村王守成家的老四媳妇。关于之前我在山里因为一些口头争吵。什么口头争吵？说清楚，为什么争吵？关于我说夏寡妇看到的枸杞是我的这件事，是我不对，我做了深刻检讨。院子里原本在干活的赵翠花、刘小娥还有赵桂芬，全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竖着耳朵听，我心里那叫一个舒坦。
蠢货，没脑子的东西！我们老王家的脸都让他给丢到姥姥家了。我和赵翠花低下头偷着乐。老大媳妇，你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他丢脸，难道你脸上就光彩了？都是一家人。妈，您说的对，当然不光彩啊。不过嘛，我正想问问您呢，您当时在现场，怎么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主动站出来指证四弟妹了呢？您这不就等于坐实了他干的那些事儿吗？什么？是你给做的证？你个死老婆子，你胳膊肘往外拐啊你！不是，老头子，你听我解释，当时那个情况是陈主任和大队长逼问的紧，我也是没办法啊。我要是不说，他们能放过我吗？正吵吵着呢，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刚刚做完检讨的周娇娇和她男人王清奇一前一后走了进来。周娇娇耷拉着脑袋，脸上还带着不服气和羞愤。爸妈，我们回来了。你个没脸没皮的玩意，还敢回来？老王家祖宗8辈的脸都让你丢尽了。周娇娇被当着这么多人面骂，脸上挂不住，不悦地撇了撇嘴，却没敢吭声。爸，您先别生气，听我说个好消息，我工作那事儿定下来了，那边回话了，下个月就能进厂报到，我马上就是端铁饭碗的工人了。真的？清奇，你说真的？哎呦，我的好儿子，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哎呦喂，真是祖宗保佑，菩萨显灵了，咱们老王家也出工人了。爸妈，这事儿啊，还真得多谢娇娇，要不是她认识那个朋友，又里外张罗，这工作哪能落到我头上？要我说，娇娇就是咱们老王家的大福星，功大于过，功大于过啊！好家伙，合着刚才周娇娇丢人现眼，让老王家成了全村笑话的事儿，在这进厂当工人的天大喜事面前，屁都不算了，这脸变得也太快了。进厂当工人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啊！爸妈，为了老四这工作，家里没少花钱打点吧？300块呢，可不是小数目。什么？300块？爸妈，你们真背着我们偷偷给他们私房钱了。上次不是说家里没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吗？合着好处都让他们占了，我们其他几房就活该当牛做马啊！爸，您上次可是红口白牙说了要公平的，这300块钱的事儿，您必须给个说法。就是啊，爸，300块不是3毛，您说给就给了，当我们其他几房试试啊？我没给，我说了没给，你们松手，反了天了。钱是我媳妇回娘家借的，没花家里的钱，你们别围着爸妈。你糊弄鬼呢？周娇娇都嫁过来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娘家是开善堂的，肯掏300块给嫁出去的闺女补贴女婿，你当我们都是3岁小孩啊？我看着他们几个脸红脖子粗，互相推搡指责的样子，心里暗笑。吵吧，闹吧，等会儿真要把藏着的钱拿出来对账，发现少了那4000块，我看你们怎么把这窟窿圆过去，那才叫有好戏看呢。哎呀，都是一家人，吵什么呀？这事儿要证明也简单，爸妈，你们就把家里的钱拿出来，当着大家的面点一点数呗，钱要没少，自然就还了4弟妹清白，大家也就没话说了不是？等拿出来数，赶紧的，我都等不及看你们发现少了4000块时，那妇孺丧考妣的精彩表情啊！白秀秀，你给老子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爸，为啥不能拿出来数数？大嫂这主意挺好。就是，我们就看看，又不要你的，心里没鬼，你怕什么？看什么看？法了你们了，是不是都想分家啊？啊！妈，您急什么呀？这么怕我们把钱拿出来数，该不会是心虚吧？我才没有。白秀秀，都是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家里挑事，搬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他这一骂，王老二、王老三几个人像是找到了共同的出气筒，下意识的就朝我看来，一个个面色不善。老大媳妇，我看你是越来越没规矩了，今天非得让你长长记性不可。站在一旁的周娇娇看着我被众人针对，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就是，早就该。他话还没说完，眼角的余光就瞥见一个高大的身影从院门口走了进来，吓得他后面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赶紧闭上了嘴。进来的正是王清河。院子里除了背对着门口还在那叫嚣的王清奇，其他所有人一看见他都跟见了猫的老鼠似的，瞬间挪动脚步散开了一点，要么假装看天，要么假装看地，要么摆弄手里的东西，极力表明眼前这局面跟自己没关系。只剩下毫不知情的王清奇一个人梗着脖子站在最前面，显得格外突出。媳妇儿，你别拦我，今天我一定要替爸妈好好收拾收拾这个。他话还没说完，就见王清河几步跨到他身后，连句废话都没有，抬腿照着他屁股就是干脆利落的一脚。王清奇猝不及防，被踹得向前扑去，直接摔了个狗吃屎，趴在地上半天没反应过来。你特么要干嘛？大哥，误会，都是误会，你听我解释。少废话，跟我去后面，我们好好聊聊。爸妈，救命啊！大哥他，哎呦！话没说完就被拖到了屋后。王守成和赵桂芬倒是想管，可一碰上王清和那扫过来的眼神，俩人就跟被掐住脖子的鸡似的，
屁都不敢放一个。紧接着，屋子后面就传来了王清奇杀猪般的惨叫声和求饶声。赵翠花他们几个虽然手上还干着活，但那脖子伸得老长，耳朵竖得跟兔子似的，都想听听墙根。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明天村里组织下河捞鱼，渔网都补好了吗？还不赶紧干活！王守成这一嗓子吼出来，院子里的人跟一群被戳了屁股的鹌鹑似的，瞬间缩回脑袋，灰溜溜的散开，假装卖力的干起活来。这老王家的兄弟热闹，可比村口大槐树底下那说书先生讲的段子精彩多了。凭什么我周娇娇就嫁了这么个没用的窝囊废，连自己大哥都打不过？白秀秀，你给我等着，我是绝对不会让你这么好过的。今天村里组织下河捞鱼，这人山人海的，没想到又碰见周娇娇了。我瞅她那眼神滴溜溜乱转，时不时阴恻恻的瞟我一眼，就知道这女人肯定又憋着坏水呢。三嫂，这说话方便。娇娇，你先别扯别的，我托你办的那事儿咋样了？你哥进厂子那工作到底有没有准信儿啊？我可是听你的，把家里压箱底的钱都借给你了，你说好了帮我找关系的。三嫂，工作的事包在我身上，但眼下你得先帮我一个忙。他凑到周三嫂耳边，用气声飞快地说着什么。什么？你要我推你大嫂下水？这咋行啊？这可是要出人命的，缺大德的事我不干。咋就不行？我打听清楚了，他白秀秀怕水怕得要死，而且他对你没防备，你靠过去，顺手一推，准能成。三嫂，你要是不帮我这个忙，你哥进厂的事，哼，那就黄了。之前借你那钱，你也别想要回去了。你居然敢威胁我？就威胁你怎么了？你就说干不干吧。好，我干。秀秀，你身子不是还没好利索吗？河边湿气重，咋还出来了？陈主任，全村老少都来为集体出力了，我咋能搞特殊躲倾斜呢？再说了，我还是妇联的人，更得以身作则啊。我说着，一抬眼，正好看见周娇娇和那个女人从芦苇丛后面钻出来，目光下意识地在那陌生妇女脸上停留了一下。那女的是谁？看着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哟，那不是你四弟妹周娇娇娘家的嫂子吗？好像姓周，大家都叫她周三嫂，她咋也来了？我听到周三嫂这3个字，脑子里仿佛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一段被河水淹没的冰冷窒息的恐怖记忆猛地涌了上来，我浑身一僵，难以置信地看向那个女人的脸。是她，就是这张脸，上辈子就是她，从背后伸手把我推进了这条河里，活活淹死的。她烧成灰我都认的。我看着那个躲在人群后头，眼神闪烁，鬼鬼祟祟朝我这边张望的周三嫂，心里不由得冷笑。我跟她无冤无仇，她上次害我，这次又想动手，八成又是被周娇娇许了什么好处，或者拿捏住了什么把柄在背后缩摆。行啦，来得正好，我正愁没机会彻底撕破脸分家呢。你们自己把刀递到我手上，就别怪我利用你们这出戏，把这分了家的火烧得更旺些。秀秀，想啥呢？这么入神？陈主任，没啥，就是突然想起来，我家清河之前教过我一个捕鱼的巧法子，说是找准地方下网，一网能捞平时2、3网的量呢。您不是想学吗？我瞧着那笔水湾子好像有点门道，我过去瞅瞅，给您演示演示，您可仔细看我的动作哈。哎呦，那感情好啊！清河那孩子打猎捕鱼是一把好手，他教的法子肯定差不了。你去，我肯定瞪大了眼睛仔细看。我脸上带着笑，心里揣着明白，故意朝着河边一处人稍微少点，但水看起来挺深的地方走去。我知道那条毒蛇肯定忍不住要出动了。果然，我刚在那站定，假装观察水流，眼角的余光就瞥见那个周三嫂，跟做贼似的，磨磨蹭蹭，1步3挪的凑到了我身后。她还不放心的扭头看了一眼周娇娇的方向。周娇娇躲在人群里，看到周三嫂就位，脸上露出压抑不住的得意和狠毒，拼命的朝周三嫂使眼色，催促她快点动手。推啊，快推啊，傻站着干什么？反正动手的又不是我，是周三嫂，就算出了事，王清河要找人算账也是找他，跟我周娇娇可没关系。那周三嫂被周娇娇的眼神逼得没法子，想着被拿捏住的把柄和承诺的好处，把心一横，牙一咬，瞅准我的后背，猛地就伸出手，想要用力把我推下河。陈金花一直按照我的嘱咐紧盯着我的动作，自然也看到了鬼鬼祟祟靠近的周三嫂，以及她那骤然推出的手，吓得魂飞魄散，失声尖叫：秀秀，小心背后！我早就防着她这一手呢。听到陈主任的惊呼，我非但没慌，反而心里冷笑一声，身子灵活地往旁边猛地一闪。周三嫂用了全身的力气推过来，本以为10拿9稳，没想到推了个空，整个人收拾不住，伴随着一声惊恐的尖叫，扑通一声巨响，像个笨拙的肥鸭子一样，直接栽进了深深的河水里。我站在岸边，冷眼看着他在水里扑腾，随即脸上立刻换上惊慌失措的表情，扯开嗓子大喊：来人啊，快来人啊，有人不小心掉水里了，救命啊！
我这一嗓子如同在滚油里泼了瓢冷水，河边所有捞鱼的人都被惊动了，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计，朝着我这边涌了过来。秀秀，你没事吧？吓死我了！刚才那女人她想推你。我没事，陈主任，我躲开了。就是这位嫂子，她怎么这么不小心，站都站不稳。另一边，正在不远处帮忙整理渔网的王清河，一听到我的喊声和这边的骚动，脸色骤变，像头被激怒的豹子一样，几步就冲了过来，拨开人群，一把将我紧紧搂在怀里。秀秀，怎么回事？你伤着没有？水里扑腾那个叫周三嫂，周娇娇的娘家嫂子，她就是上辈子在你梦里把我推下水害死我的那个人。今天又是周娇娇撺掇她来动手的。王清河听到我的话，身体猛地一僵，他搂着我的手收紧了些，缓缓抬起头，目光投向河里那个正在拼命挣扎、呛得连连咳嗽的周三嫂，眼神瞬间阴沉的能滴出水来，里面翻涌着冰冷的怒意和杀机。看来这次他是真的动怒了，不打算轻易放过背后搞鬼的人了。没用的蠢货，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还能自己掉进去，怎么不淹死你算了？死了正好，死无对证，看谁还能扯到我身上。就在众人忙着七手八脚的想救周三嫂，而周三嫂在水里胡乱扑腾，几次都够不着伸过去的竹竿时，只听扑通一声巨响，王清河竟然毫不犹豫地纵身跳进了冰冷的河水里。清河，你干什么？快上来，水凉！王清河将周三嫂救了上来。你干啥呀你？吓死我了！那水多凉啊！为了那种人，值得吗？别怕，秀秀，有人存了心要害你，这事就不能这么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过去，必须弄个水落石出。这时，躺在地上像条死鱼似的周三嫂猛地咳嗽了几声，眼皮子颤了颤，总算是缓缓睁开了眼。三嫂，你没事吧？你可吓死我了！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站河边都能滑倒。大队长，我三嫂这看着伤得不轻，脑子估计也迷糊了，得快送医院看看吧，别落下啥毛病。我没事。等等，他人是没事，可我这儿有事要找他问清楚。陈主任，你看人都这样了，有啥话不能等他缓过劲儿来再？他这样是活该。大队长，我刚刚看得清清楚楚，不是他滑倒，是他伸手要推秀秀下水，要不是秀秀机灵躲开了，现在躺在这儿的就是秀秀了，这是谋杀未遂。什么？有这种事？周三嫂，我拜秀秀自问跟你无冤无仇，连话都没说过几句，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我这话一出，围观的村民顿时炸开了锅，对着地上狼狈不堪的周三嫂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眼神里充满了鄙夷和愤怒。周娇娇在一旁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趁着大家注意力都在周三嫂身上，她赶紧凑上去，嘴巴都快贴到周三嫂耳朵上了。大嫂，你肯定是误会了，我三嫂平时最是和气不过了，怎么会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是吧，三嫂？我警告你，你要是敢乱说一个字，把我和我妈牵扯出来，我回头就让我妈叫我哥跟你离婚，把你赶回娘家，看谁还要你。是我。周三嫂，我劝你想清楚了再说话。刚才陈主任还有这么多乡亲可都看着呢，你这可是杀人未遂，是要吃枪子儿，再不济也得进去蹲几10年大牢的。为了包庇别人，把自己一辈子搭进去，值吗？周三嫂听到杀人未遂、几10年大牢，猛地抬起头，眼中充满了极致的恐惧，整个人都僵住了。大嫂，你胡说什么呢？什么杀人未遂？我三嫂她肯定不是有意的，顶多就是不小心碰了你一下。对，是不小心。四弟妹，你刚才不是站得老远吗？陈主任和这么多人都没看清，你怎么就那么肯定他不是有意的呢？难不成你未卜先知，还是说你早就知道他会不小心？这个我猜的，我三嫂她跟你无冤无仇的，怎么会故意推你？对呀，他说的对，周三嫂是跟大嫂无冤无仇，可跟大嫂有仇的不就是你周娇娇吗？上次在河边想推大嫂下水的也是你，这次谁知道是不是你又搞的鬼？赵翠花这一嗓子如同平地一声雷，直接把所有人的目光全都引到了周娇娇身上。周娇娇瞬间成了众矢之的，面对那么多的怀疑、审视、鄙夷的目光，她彻底慌了神，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张着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那样子别提多狼狈了。你胡说，你血口喷人！怎么这事儿你就真打算自己一个人全认了？当个替死鬼！早知道你是这么个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蠢货，我家清河刚才就不该掉下去救你，让你淹死在这河里算了。是你男人救的我。是，就是他这个傻子救的你，他就该眼睁睁看着你淹死，让你家里那2个小的从今往后没娘疼，让你那年迈的爹吗？白发人送黑发人，让你们周家一辈子在村里抬不起头，走到哪儿都被人指着脊梁骨骂，这家出了个杀人犯，是个黑心暗干的毒妇。我这话字字句句都像锤子一样砸在周三嫂的心口上，她听着听着，身体最后一点力气仿佛都被抽干了，彻底瘫软在地，眼神涣散，只剩下绝望的恐惧。行了，
看他这德行，心里的防线算是彻底崩了。大嫂您消消气，别说的这么吓人，都说了是误会一场。周三嫂像是被周娇娇这话突然点燃了最后的怒火，她猛地从地上挣扎起来，积聚起全身的力气，一把将凑过来的周娇娇狠狠推倒在地。误会？什么狗屁误会？都是他，都是周娇娇这个黑了心肠的死丫头，是她让我来害她大嫂的。我跟白秀秀无冤无仇，我害她干啥啊？秀秀妹子，都是周娇娇，是她找到我说只要我把你推进河里，死了最好，要是没死成，淹个半死落下一身病也行，就算你命大啥事没有。她说你一个年轻媳妇掉河里，浑身是透，被那么多男人看了身子，以后也没脸见人了，都是她教我的，都是她指使的啊。周三嫂这一通撕心裂肺的哭喊，把周娇娇那点恶毒心思扒个底儿掉。围观的村民听完，看向周娇娇的眼神全都变了，那不再是看热闹或者怀疑，而是赤裸裸的震惊、鄙夷和厌恶，就跟看见了什么腐烂发臭的脏东西一样。这小女娃年纪轻轻，心思这么歹毒。就是，看不出来啊，是个蛇蝎毒妇。还好我家那小子没娶回来这种恶毒女人。哎呦，谁娶回家谁倒霉，这不是哪天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不是的，他胡说，他诬陷我。大嫂，真的不是我，你相信我，是周三嫂她自己。你刚才是不是说我凶来着？那个，哼，还有更凶的给你看。话音未落，我根本不等他反应，卯足了劲儿，抡圆了胳膊，照着周娇娇令人作呕的脸，狠狠一巴掌扇了过去。啪！一声清脆响亮的耳光，结结实实地甩在了周娇娇脸上。这巴掌打的那叫一个狠，周围所有人都惊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周娇娇更是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直接扇倒在地，她捂着瞬间肿起来的脸颊，抬起头，用一种完全无法置信，仿佛见了鬼一样的眼神看着我，整个人都傻了。你敢打我？打你怎么了？打你还是轻的。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事，不管是谁在背后起的歹心，又是谁动的手，有一个算一个，谁都别想跑。我现在就去公社报案，让公安来查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这话一出，周娇娇脸上的血色唰的一下退得干干净净，只剩下惊恐和慌乱。最后这事儿闹得太大，大队长和陈主任做主，把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全都叫回了老王家的主屋，说是要关起门来解决。这一进门，就看见王守成黑着一张锅底脸，气得呼哧带喘，猛地一拍桌子：丢人现眼啊！我们老王家的脸算是被你们给丢尽了，我就一会儿没盯紧，就一会儿，你们竟然闹出这种谋财害命啊，不是，是谋害人命未遂的丑事，你们让我以后在村里怎么抬头做人？爸，您这会儿吼得再响有啥用？闹出这种事的正主这会儿还在公社局子里蹲着呢，您这火气叫给谁听啊？哼，三嫂真那么严重啊？差点出人命。那可不，你是没看见当时那情景。你们两个给我闭嘴，还嫌不够乱吗？好了，老王你也先消消气，我们今天过来就是想听听你们自家队这事儿到底是个什么章程，打算怎么解决。大嫂您消消气，咱们可是一家人啊，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娇娇她就是一时糊涂，她一个妇道人家能有什么真正的坏心思呢？您说是不是？一家人，刚才周娇娇撺掇别人想把我推进河里淹死的时候，她怎么不想想是一家人？现在来充好人了，我呸！是啊，老大媳妇，秦琪说的对，啥事儿不能关起门来，咱们自家人好好说呢。你看，要不这样，你先去公社给公安同志还有陈主任、大队长他们澄清一下，就说这只是个误会，是妯娌间闹着玩，没个轻重，先把老四媳妇给弄回来再说啊！这一直在局子里待着，像什么话？弄回来，把他弄回来，再找机会害我媳妇一次。清河这话像一块巨大的寒冰，哐当一声砸在了屋子中央，瞬间把屋里原本就诡异的气氛冻得结结实实，所有人都噤若寒蝉。那你们想怎么样啊？难道真要看着老四媳妇去坐牢吗？爸妈，事到如今，我也就把话挑明了。我是真没想到，老四媳妇周娇娇居然恨我恨到恨不得让我去死。这种时时刻刻想着要你命的人，我白秀秀胆子小，可不敢再继续跟他在一个屋檐底下过日子了。所以，我和清河要跟你们分家，彻底分开过。什么分家？正愁没有理由把他们分出去呢。分家钱，你们想分出去可以，但是你们自己滚蛋。我和你妈还硬朗着呢，谁想分出去都不能分走家里一分钱，地、房子、粮食、存款，你们想都别想。哼，爸妈，既然你们一点解决问题的诚意都没有，只想着怎么包庇凶手，怎么把我们净身出户，那就让老四媳妇周娇娇好好在局子里待着吧，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反正我和清河是不着急。啥意思？白秀秀，你想造反啊你？造反？我命都快没了，我还不能替自己讨个公道了。我告诉你们，我白秀秀的日子要是过得不消停，你们谁都别想好过。话音刚落，我猛地伸手，
用力一挥，直接掀翻了桌子。反了，老大媳妇，你真是疯了啊！你敢在家里砸东西？好了好了，都冷静点。我们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打架的，都是一家人，血脉至亲，有什么话不能好好商量呢？何必闹到这一步？大队长，这话我可不敢苟同。要是真分了家，那还算什么一家人？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有人心肠歹毒到要推人下水淹死，这能是小事吗？能就这么糊弄过去吗？要是秀秀真出了事，现在就不是坐在这里商量，而是公安直接上门抓人了。大哥大嫂，你们一定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一点余地都不留。王清奇，你不说话，我倒是差点把你给忘了。你以为这里面就没你的事了吗？周娇娇是你明媒正娶的媳妇，她干的这些恶毒事，你脱得了干系？这事要是不能让我满意，不能善了，你信不信？我天天去你那个还没捂热乎的场子里呢，让全场的人都知道你王清奇有个心肠歹毒、杀人未遂的媳妇。我看你这宫还能不能安稳当下去？你敢？哎，秀秀你敢？你看我敢不敢？要不咱们现在就试试。赵贵芬瞬间哑口无言。好了，都别吵了，分家就按你说的分，你说吧，你想怎么分？好，既然爸您开口了，那我就说，咱家之前账面上明着的钱就有1100多块，这几个月卖粮食、卖山货，加上一些零碎进项，我粗略算过，现在加起来至少得有1700块了吧？这钱我们大房也不多要，按规矩我们要300块钱也真敢要。除此之外，周娇娇血害我，差点要了我的命，这精神损失，这惊吓总不能白受吧？再额外补偿我300块钱，加起来一共600块。600，大嫂，你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凭什么要这么多？300嫌少，那500好了，精神损失费500。清河这突然加价，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狠劲儿，直接把跳脚的王清奇给吓住了。王清奇后面的话卡在喉咙里，偷偷瞥了一眼他大哥那冷硬的侧脸，愣是没敢再吱声。王叔啊，这事确实是你家老四两口子做的不地道、不占理。秀秀这孩子受了这么大惊吓和委屈，要点补偿，300块钱，说起来也不多。什么精神损失费？你看他哪有一点吓着的样子？王叔，话不能这么说。看见大队长都发话了，王守成也没了声。行，既然都商量到这个份上了，那今天我就做个主。等等，大队长，陈主任，这分家的条件还没说完呢。还没完，哎，秀秀你别太过分。清河，把账本拿来。王清河立刻会意，拿出一个小巧但厚厚的、用针线仔细装订好的旧本子，郑重地放在我手上。这本账册是我和清河偷偷摸摸一笔一画记了好几年的。从我们结婚后开始，清河打猎卖的钱，干重活多挣的工分，家里偷偷卖山货药材的收入，每一笔、时间、数目、经手人都记得明明白白。今天把它拿出来，就是要把这些年他们吸我们大房的血一笔笔算清楚，看他们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装聋作哑，把我们当傻子。这么些年，我男人王清河为这个大家起早贪黑，流了多少汗，受了多少累，赚了多少钱，今天都给我一笔一笔算清楚了，少一分都不行。清河啊，你看你这孩子再怎么说，他们也是你爸妈，把你养这么大，你这咋还偷偷记账呢？大队长的话音在他目光落到账册内容上的瞬间戛然而止，他脸上的尴尬和无奈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浓的震惊，甚至是愤怒。他的手指微微发抖，猛地抬头看向王守成和赵贵芬，眼神变得无比锐利。我倒看看你们这群吸血的蚂蟥还有什么脸面狡辩。大队长，陈主任，你们看看，这当儿子的居然偷偷给爹妈记账，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就没见过这么忤逆不孝的东西，太过分了。就是，简直太过分了。我说的是你们，王守成、赵贵芬，你们摸摸自己的良心，王清河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儿子？我看看，6岁开始跟着捡柴火，喂猪算半个工；10岁正式下地干精神活；12岁就跟着大人进山边缘打猎，猎物全部上交。王清河从小到大为这个家赚了这么多血汗钱，你们呢？你们给他花过1毛钱吗？连他娶媳妇的彩礼、摆酒的钱都是他自己后来偷偷另攒的。你们的良心呢？是不是早就进了狗肚子里了？陈主任这番痛斥，把王守成和赵贵芬骂得头都抬不起来，只能心虚地低着头。旁边的刘小娥和赵翠花虽然也被震慑，但眼里却忍不住闪过一丝看热闹的快意，偷偷抿嘴笑。陈主任、大队长，这账册上记得明明白白，我也不跟他们多算，就按最低的价码。这些年我男人清河为这个家赚的钱，少说有3500块，这笔钱我们不要，就当还了你们的养育之恩。但是加上刚才说好的600块补偿，一共4100块，今天必须分不少的给我们，这是我和清河应得的。这4100，白秀秀，你疯了吧你？4100，你这是要我的老命？我让他干活怎么了啊？他是我儿子，天经地义。
儿子，可我怎么觉得你们对我不像是对待亲生的儿子呢？爸妈，我正好也想问问，你们当年到底是在哪儿生的我？具体是哪个医院、哪个村子？要不然我们找个机会一起去看看，回忆回忆。够了，金河，你咋能说出这种戳我心窝子的话？你是我10月怀胎，撇了半条老命才生下来的亲骨肉啊！老头子，快别说了，分钱就分钱，这事千万不能闹大，不能查啊！怎么样，考虑好了吗？是痛快给钱分家，两相安好，还是不愿意？那我们再继续往下掰扯掰扯，比如去省城那家康慈医院问问。分家就按你们说的，钱给你们，就当我王守成从没生过你这个儿子。滚，拿了钱赶紧给我滚！在主屋那场撕破脸皮的大吵之后，清河紧紧拉着我的手，回到了我们自己的西屋。两个孩子早就睡着了，小脸红扑扑的，呼吸均匀绵长。两人躺在炕上。秀秀，对不起，今天我又让你差点遇到危险。我说过要保护好你，我又失言了。傻瓜，给你说个秘密，今天在河边，我是过意的。这人啊，总是把我护得太紧，生怕我受一点伤害。也得让他知道，他媳妇我可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我也会算计，也会反击。什么？你是故意的？嘘，小声点。月月和明明都睡着了，我不这样怎么能顺顺利利的把家分了？怎么把他们老王家欠你的连本带利的拿回来？你以为他们不想抓我的错处？我这是将计就计。秀秀，我宁愿不要那些钱，1分都不要，也不想你拿自己去冒险。万一今天你躲慢了一点，或者脚下打滑，我想想都后怕。你不要钱我要啊，那都是你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凭啥便宜他们？好了，我知道了嘛，下次再有这种事，我肯定先跟你商量，行不行？没得商量，以后绝对不许你再干这种以身作饵的事，听见没有？知道啦，我保证以后都听你的，好不好？那看在我今天受了这么大惊吓的份上，亲一个安慰一下，亲不亲？这家伙明明心里早就软了，还非要板着脸装傲娇，脖子梗着，眼睛却忍不住往我这边瞟。我笑嘻嘻的正要凑过去亲他，谁曾想后面那两个平时睡得跟小猪似的小祖宗，今天耳朵尖得很。我亲，我也亲，妈妈亲我。你们两个小坏蛋，怎么还没睡着啊？嘿嘿，妈妈别亲爸爸，亲我，月月最乖了。亲我，明明也要妈妈亲。看着瞬间挤到我们中间的两个小宝贝，我和清河对视一眼，都忍不住笑了。他伸手把明明捞进怀里，我则抱紧了粘在我身上的月月。分家，摆脱那一家子吸血鬼，这只是第一步。这辈子有清河，有月月和明明，我们一家4口一定会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比谁都幸福。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就在院子里忙活开了。干啥？画3、8线。从今往后，跟那一家子人彻底划清界限，井水不犯河水。赵桂芬和刘小娥就处在对面，俩人的脸拉得老长，跟谁欠了他们800吊钱似的。白秀秀，你个活不起的败家玩意儿，至于吗你？在一个院里住着，还话上叨叨了，你当这是两国交兵啊？瞧您这话说的，分家的时候可是白纸黑字，在大队长和陈主任面前说的清清楚楚。这边2间屋，连带前面这块地，以后都归我们大房，这界限划清楚点，对大家都好，省得以后为了鸡毛蒜皮拌嘴。对了，还有件要紧事提醒您，那4100块钱，昨天可只给了一半，说好了剩下的2050，2年内付清，您荷包可别忘了。我刚转身走了没2步，就听见他们在背后压低了声音，嘀嘀咕咕。那声音虽然不大，但我耳朵尖，还是断断续续听清了几句。妈，剩下那一半钱，咱真打算还啊？2000多块呢，您真要为了个老四媳妇，把家底都掏空？你懂什么？老四媳妇之前跟我透过底，说她有门路，打算去黑市倒腾点紧俏货，那生意来钱快，这钱她肯定能赚回来。再说了，等过阵子风头过去了，想办法把那小贱人生的2个小崽子哄骗出来，攥在手里，到时候还怕白秀秀不乖乖把钱给老娘吐出来。正蹲在墙角一边偷听这边动静的赵翠花，听到这话，惊得下巴都掉了，眼睛瞪得溜圆，张大了嘴巴看着赵桂芬，一副活见了鬼的表情。月月、明明，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带你们去村口小卖部买糖吃，好不好啊？妈妈说了，不能随便跟别人出去，更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哎呦，奶奶是别人吗？没事儿，回头奶奶跟你妈妈说一声就行。走，跟奶奶走。一直在厨房门口瞄着的赵翠花看到这一幕，眼珠子一转，立刻抓起灶台上一个装着热水的铝壶，装作急匆匆的样子，低着头就朝着赵桂芬冲了过去。赵翠花哎呀一声，整个人不小心撞在赵桂芬身上，手里那壶热水不偏不倚，全泼在了赵桂芬的胳膊和腿上。对不起，妈，我没看见，真不是故意的。哎呦喂，烫死我了！赵翠花，你要死啊你！
你就是瞄着我来的吧？你个缺德带冒烟的！妈，您这说的啥话？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都怪你们两个小崽子，挡在路中间干嘛？还不快回自己屋去，别在这儿碍事。月月和明明被赵翠花这么一吼，虽然有点猛，但还是听话的迈开小短腿，飞快地跑回了西屋，哐当一声关上了门。太阳慢慢沉下了西山，院子里总算清静了些。我瞅见赵翠花一个人在吭哧吭哧洗衣服，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溜达了过去，左右看看，跟特务接头似的凑到他身边。翠花，听说今天下午老太婆想把我家月月明明骗出去，让你给搅和黄了。大嫂，你可得千万小心点儿。昨儿个我亲耳听见的，老太婆跟刘小娥嘀咕，说等过阵子要想办法把你家2个娃儿拐带出去，攥在手里，好逼你把那分家的钱吐出来，心肠忒毒了。这个老不死的，黑心暗淡的老钱婆。正说着，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王清奇和周娇娇一前一后走了进来。周娇娇耷拉着脑袋，但脸上那副死性不改的傲气劲儿还在。没事了，媳妇，都过去了，回家就好。白秀秀，你走路不长眼睛啊？没看见我在这儿洗衣服吗？水都溅我一身。就是赵翠花，你洗衣服不能往边上挪挪啊，非处在路中间，碍事。哟，这不是4弟妹吗？这是放出来了，局子里的饭滋味如何啊？周娇娇脸色一变，哼！哎呦，大嫂，这怎么能怪我？还不是某些不长眼的挡路了。我看呐，某人在里面吃的挺好，这走路都看着带点风呢。你说是吧，大嫂？4弟妹要是在里面受委屈了，可得说出来。我们老王家的人怎么能在外面被别人欺负？嫂子给你做主。哼，用不着你假好心，我周娇娇从小就是这样，福大命大，就算真有什么事，那也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要不是因为他，家里怎么会赔出去2000多块钱，还差点背上人命官司。想到这顿时火冒三丈，赵桂芬一个箭步冲过来，根本不等周娇娇反应过来，抡起胳膊照着周娇娇的后脑勺就是结结实实一巴掌。遇你奶奶个腿的难，成你祖宗个腿的响。你个扫把星、丧门星，都是你惹出来的祸事，你还敢在这儿嘚瑟，我打死你个脚家精！妈，您轻点，疼。你知道为了把你这个扫把星从局子里捞出来，家里花了多少钱吗？啊，那都是老娘的棺材本，这笔钱你必须给我想办法赚回来，1分都不能少。妈，您别打了，松手，快松手！您别急，娇娇她运气是真的好。您听我说，我刚从公社接她出来，我俩就在回来的路上捡着钱了。您看，100块，整整100块呢。哎呦，真的是100块，这还真是。哼，这就又飘上了。行，我再给你添把火，顺便探探你赵贵芬这钱捂不捂得热。哟，捡着钱了，还是100块的大票子，这可是大好事啊！啊，既然手头宽裕了，那之前说好的剩下那2050，是不是能先还我一点儿？我也不多要，就先还个500，我这等着钱买米下锅呢。说完，我根本不等他回答，装作没事人一样，转身就进了西屋。忒活不起的玩意儿，天天就盯着这点钱。他嘴里骂着，手上却极其自然，飞快地把那100块钱塞进了自己的裤兜里，紧紧捂着，也转身回了正屋。我和月月明明听见外面有什么动静，在屋里偷偷看着，又见院子中央，王清奇和王老二这哥俩正互相揪着对方的衣领子，脸红脖子粗的对着骂呢。周娇娇和刘小娥在一旁使劲拉着自家男人，可根本拉不开。你被人打那是你自己倒霉，关我屁事！你冲我耍什么横？不关你事，要不是你媳妇捡了钱不上交，还在外面嘚瑟，我能被那帮二流子盯上，赌巷子里把钱抢了还挨顿揍吗？这钱你必须分我1半，就当是老子的医药费。二哥，你咋说话呢？能捡着钱那是我的运气，是我的福气，凭啥分给你啊？你挨打是你自己没本事。别打了，都别打了，为这点钱兄弟俩打起来像什么样子？哎呦，二哥老四，别打了，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啊。这演技不去村口唱大戏真是屈才了。赵翠花一边装模作样的喊着，脚下不停，几步就窜到西屋门口，动作鬼祟的回头看了一眼，然后麻利的拉开门钻了进来。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他刚喘匀气，一转身就看见我，还有我身边一左一右探出来的月月和明明的小脑袋，3双眼睛都闪烁着同样兴奋和期盼的光芒，直勾勾的盯着他。快说说，外面咋就打起来了？因为那100块钱。大嫂，我跟你说，就今天下晌，老四两口子不是在道上捡了100块钱吗？你们猜怎么着？掉钱的那主找上门来了。是谁啊？而且对方还不是啥善茬，是隔壁村那个有名的地头蛇，手底下跟着好几个混不吝的二流子。
我和明明月月眼睛都瞪圆了。那几个混混没堵着老四，正好碰见老二从外面回来，以为是老王家的人，二话不说揪住就是一顿胖揍。听说打的那叫一个惨哟，鼻青脸肿的。王老二平时虽然也挺混不吝，爱占小便宜，但平白无故替老四挨这么一顿毒打，也确实有点冤得慌。这时屋门被推开，王清河走了进来。哟，大哥回来了，那啥，你们聊着，我先回去了。他说着就要往门外溜。老三媳妇，你等等。我转身走到炕柜边，打开锁，从里面拿出5张10块的票子，又抓了一大把水果糖，不由分说的塞到赵翠花手里。这个你拿着，还有这糖，带回去给囡囡舔舔嘴儿。50呢？这咋行呢？大嫂，这也太多了，我不能要。让你拿着就拿着。清河，你还不知道吧？今天咱们家这2个小崽子，差点就让人给拐带出去卖了。什么？水？怎么回事？多亏了老三媳妇机灵，要不是他及时撞破了，泼了那老钱婆一身热水，把2个孩子吼回屋，后果不堪设想。大哥，这事就算不是因为大嫂，我也忍不了。她赵桂芬今天能为了钱想着卖你家的孩子，明天我要是哪句话不顺着她，是不是也要卖我家的囡囡？这还有没有王法了？简直无法无天。老三家的，这是你的情分，我王清河记在心里了，谢谢。快收起来，再不拿就是嫌少了。那我就厚着脸皮收下了啊！谢谢大哥，谢谢大嫂。清河，看来这老王家的院子，咱们是一天也不能多待了。搬家的事必须立刻提上日程，越快越好。哟，这不是咱们家的大福星4弟妹吗？这是从哪儿发财回来了？今天去黑市又赚了多少啊？我可提醒你啊，小心这点，那地方鱼龙混杂，万一再被逮进去，这回怕是没人舍得再花大价钱捞你出来喽。哼，不劳大嫂你费心，我周娇娇运气好着呢，不仅顺顺当当没人找麻烦，还小赚了一笔，比你蹲在家里强。赚了钱好啊，天大的好事，那正好，赶紧把欠我的那份还上呗。爸妈那边凑不出，你这当事人赚了钱，总该积极点吧，我也好拿着钱去县里添置点新家当。周娇娇被我的话堵得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她愤愤地瞪着我，眼珠子却不由自主地转向了还在院子里无忧无虑玩耍的月月和明明，脸上突然闪过一丝极其恶毒的奸笑。白秀秀你个贱人，让你现在得意，再让你嚣张2天，等过2天我找好了人，把你这2个小崽子神不知鬼不觉的弄走，攥在手里，看你还敢不敢跟我要钱，到时候非得让你跪着求我。周娇娇，你盯着我娃看什么？你那眼神什么意思？大嫂你看你多心了吧，我能有什么意思？不就是看你家月月明明长得可爱，白白胖胖的，多看了2眼吗？咋，这也不行啊？哦，原来是这样啊，行啊，那你可得多看2眼，好好看看，因为啊，以后你可就看不到了。我跟清河马上就要搬到县里去住了，这破院子我们可不稀罕待了。什么？搬到县里？你胡说八道什么？老婆，东西收拾的怎么样了？就在周娇娇失态尖叫的同时，院门口传来了清河沉稳的喊声。只见他骑着一辆半新的3轮车，稳稳地停在门口，身后还跟着2个看起来就很实在的村民兄弟。兄弟，就那屋里的东西，柜子、箱子、被褥，还有那几个包袱，都麻烦你们帮忙搬上车吧，仔细点就行。小姐没，这还能有假？说完，我也不再理会他那张扭曲的脸，傲娇的一甩头，转身就进屋去指挥收拾了。我家清河办事就是麻利靠谱，这3轮车往门口一停，发动机轰隆一响，简直就是我们奔向新生活的号角。那2个村民兄弟也是实在人，立刻动手开始搬东西。老婆，你看着点细碎东西就行，重的都不用你动手，歇着。凭什么？凭什么她白秀秀这个贱人能这么好命，能嫁给王清河这样的男人，现在还能搬到县里去享福？凭什么所有的好事都让她占尽了？我不服！这边的动静实在太大，把隔壁的刘小娥、正在屋里偷懒的赵翠花，还有闻声出来的赵桂芬，全都吸引了出来。几个人站在院子一边，表情各异地看着这搬家现场。我的老天，大哥大嫂这动作也太快了，昨天刚听说要分家，今天这就真搬走了。妈，他们这真要搬走了，那之前咱们商量好的那事可怎么办啊？走走走，让他们走，眼不见心不静，他们走了正好，还能把这屋子给咱们空出来。妈，您这会儿还想美事儿呢？我的意思是，您想差啦？大嫂那多精明的一个人啊，她能把这现成的屋子留给咱们。我听说啊，她早就找好下家，把这屋子给卖了，钱都揣自己兜里喽。什么卖了？他敢？这老王家祖宅还有他卖的份，这个败家精，骚门星，这屋子真卖出去了，谁要搬进来住啊？我管他是哪个阿猫阿狗，敢住进我老王家的院子，看我不天天站门口吗？搅得他鸡犬不宁，非得给他闹出去不可。
赵贵芬，你要闹谁啊？话音未落，就见陈金花主任领着2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着一个半旧箱子，大步流星的走了进来。就那屋，东西都先搬进去，且拿轻放啊。陈主任，您这是干啥呀？这屋子干啥？搬家啊！天，秀秀没跟你们说吗？秀秀把这屋子卖给我妹子和妹夫了，手续都办利索了。我今天就是先帮他们把点东西搬过来。我告诉你们，以后我妹子他们住这儿，你们可都给我消停点，不许欺负生人。我陈金华在村里当这个妇联主任，可不是摆着好看的。谁要是不讲理，可别怪我按规矩办事。别来往这屋搬，辛苦兄弟们了。妈，听见没？妇联主任陈金花主任的亲妹子要住进来了，您还闹不闹啦？你给我闭嘴，哪儿都有你，滚一边去！白秀秀这一搬走，可是彻底离开村子了。那她在公社妇联的那个位置，岂不是空出来了？那可是个轻省又有面子的好活儿。东西都装车款好了，月月和明明已经乖乖坐在了3轮车后斗的行李上，小脸上满是去县城的兴奋。我和陈金花主任站在村口道别。秀秀啊，你这可是帮了姐一个大忙，我妹他们正愁没地方落脚呢。不过你这院子就卖给我50块钱，这实在是太少了，这不成我占你大便宜了吗？这我心里咋过得去啊？陈主任，您快别这么说，啥便宜不便宜的？您忘了那天在河边，要不是你眼尖喊那一嗓子，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啥光景呢。真的，我能遇见您，得到您的信任和提拔，是我白秀秀的福气。这院子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谢谢您，您就让我心里踏实点儿，成不？你这孩子净说这些戳心窝子的话。行，姐领你这个情，以后在县里遇到啥难处，尽管来找姐啊。知道了，姐，那我们先走了，等我去妇联报道上班，咱天天都能见。多好的人啊，真是。他这感慨的话音还没落，一转身差点撞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无声息凑到他身后的周娇娇，吓得他猛地往后一退，拍着胸口，哎呀妈呀，周娇娇，你走路咋没个事儿啊？吓我一跳。对不住，金花婶儿，吓着您了。那个婶儿，我跟您说个事儿，您看我大嫂她这不是搬出咱村了吗？那她在咱公社妇联的那个工作，是不是就得换人顶上了？我也上过几年学，认得字，算账也快，您看看能不能让我去试试？我肯定好好干。什么玩意？妇联的工作谁说要换人了？秀秀那是调到县妇联去了，她那摊活县里自有安排，你这都听谁说的？没影子的事儿别瞎打听。金花婶儿，您看这事儿闹的，我大嫂她这一撂挑子说走就走，也太不负责任了，是吧？我这当弟妹的实在是看不过眼，就想着作为一家人，我怎么也得帮她把这个窟窿给补上，不能让她被人说闲话不是？我这可全都是为了她好，为了咱们妇联工作的稳定着想啊。哟，谁跟你说的搬走了就必须得离开妇联啊？你这消息比我这当主任的还灵通吗？秀秀那是组织上看重用，调到县妇联去发挥更大作用了。她可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再说了，退一万步讲，就算哪天秀秀真不干了，这妇联的工作那也得是选人品端正、思想进步、群众基础好的同志来接任。咱们村里符合条件的能干人多着呢，怎么就非得轮到你呢？当初选秀秀，除了她念过书、明事理、人品过硬之外，也是考虑到她身子骨弱些，需要照顾。可你看看你这身板装实的跟头小牛犊似的，下地干活一个顶俩。你来我们妇联干啥？是打算一言不合就一拳头把我们其他姐妹都撂倒吗？真是想什么呢？够晦气的。说完，他像是沾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满脸嫌弃的用力摇了摇头，不再看周娇娇一眼，转身就走。周娇娇被陈金花这一连串夹枪带棒、毫不留情的话骂的是目瞪口呆，僵在原地，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气得后槽牙都快咬碎了。赵翠花一直扒在自家门缝后头偷听，看到周娇娇吃瘪，实在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周娇娇猛地回头，恶狠狠地瞪向声音来源。赵翠花立刻收敛笑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抬头望望天，又低头看看地，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小曲，慢悠悠地从门口晃开。等走远了几步，确定周娇娇看不见了，这才捂着肚子放声大笑起来，彻底离开了那个糟心的旧院子。清河骑着3轮车，载着我和2个孩子，朝着我们在县里的新家驶去。风吹在脸上，带着自由和希望的味道，心里积压了那么多年的憋屈和郁闷，好像一下子就被这风吹散了大半。3轮车叮铃一声，停在了一个干净整洁的小院门口，青砖垒的院墙，黑漆的木门，看着就让人心里踏实。快去看看我们的新家！月月明明脚一沾地，就像2只出笼的小鸟，欢呼着冲啊，手拉着手就冲进了院子，好奇的东张西望。王清河看着孩子们兴奋的背影，脸上带着满足而温柔的微笑，不紧不慢地跟了进来。折腾了这么久，费了这么多心思，
终于，我们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可以遮风挡雨、安安稳稳过日子的窝了。爸爸，我喜欢这里，院子里有地方可以跳房子。这里比原来那个院子还大，还能种花。这院子真的只花了450块，感觉还挺宽敞的。是啊，碰巧遇到的吉手，咱们运气不错。院子大不大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咱家2个小崽子，总算能有自己单独的房间了，多方便。你呀，没个正形。秀秀，别闹，有个正事，我得跟你商量下。啥事啊？这么一本正经的。2件事，第一件，我托人问的那个进厂的事，有准信儿了，下个月1号就能去机械厂报到，算是正式工。真的，太好了，这可是铁饭碗。还有第2件，我琢磨着，光靠厂里那点固定工资，想让咱家让你和孩子们过得再宽裕些，还是不够。我打听到，咱县里中医院的张老爷子医术好，人也正派，是祖传的手艺。我寻思，等厂里下了班或者休息日，我想去拜个师，跟着张叔系统的学中医。这样一来，家里人有个头疼脑热的，咱自己心里有底；二来，你那个宝贝里不是总能拿出些品相极好的草药吗？等我学了本事，认得全，也能分辨药性，说不定就能找到稳妥的门路，把他们正儿八经的销出去。总不能一直让你那些好东西藏着掖着，或者只能零敲碎打的换点小钱。好啊，我这里面啊，现在别的没有，就是各种好草多的是，种子撒下去，长得又快又好。往后你就是咱们家的技术顾问兼销售大队长，学中医，做草药生意，亲和，这条路你走对了。上一世你后来就是靠着这个发家的，眼光独到，胆大心细，把药材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可惜那时候我蠢，被人蒙蔽，早早的离开了你，没能陪在你身边，看你一步步走向辉煌，也没能和你一起分担风雨，共享荣光。但是这一世不一样了，我回来了，我就站在你身边，清河，你放手去干，你的眼光加上我的宝贝，我们夫妻同心，一定能把这个家经营的比上一世更好，更红火。我要和你一起努力，把咱们的小日子过得比蜜还甜。晚上我们新院子这边安安静静，月月和明明都睡熟了，可隔壁就主屋那边叮铃哐啷的动静却不小，隐约还夹杂着哭喊和叫骂。这又是咋回事啊？昨天刚挨了揍，今天这脸是又上赶着去找揍了。你们俩是嫌我老王家的脸丢的还不够干净是不是？爸，这真不怪我，都是二哥他害的。我这就是去黑市那边想接娇娇回来，路上碰见他非死乞白赖的要跟着去看看，结果可好，刚露头就被昨天那帮混混给认出来了。二哥他倒好，立马就把手指头戳到我鼻子上，跟那帮人说钱是他捡的，是他媳妇捡的，找我。那帮人一听，二话不说冲上来就揍，结果我们俩就一起挨了这顿冤枉打。哎呦，咋？我说错了吗？那钱本来就是你媳妇捡的，不该指你指谁？爸，您知道吗？那帮混混现在改口了，说他们丢的不是100，是200块，非说是老四媳妇昧下了另一半，让我们赔。这他娘的是讹上咱们了。什么200？放他娘的屁！这分明就是看你们好欺负，坐地起价，讹上咱们老王家了。你们2个废物，蠢货，让人当肥羊给盯上了还不知道。爸妈，你们先别急，为这点事儿气坏了身子不值当，这事我有办法。这新家算是搬利索了，我抓了2大把自家炒的香瓜子，用旧报纸包了，揣在兜里就奔了大队部。哟，秀秀来了，我们刚才还念叨你呢，咋样？家都拾掇妥帖了，这搬一回家可真够折腾人的。妥了，再折腾不也折腾完了吗？来，都别忙活了，歇会儿，尝尝我新炒的瓜子，香着呢。谢谢秀秀姐，正觉得嘴里没味儿。你这瓜子来的可真及时，还是这儿自在，听着他们说话，看着他们忙活，心里就踏实。我一边分着瓜子，目光随意的往窗外一扫，正好瞧见赵翠花在院子里转悠，伸着脖子东张西望，那样子不像是在闲逛，倒像是在找啥东西，或者防着啥人。翠花，你在这儿晃悠啥呢？跟刚没一头苍蝇似的。赵翠花被我这突如其来的一下吓得浑身一激灵，猛地转过身，一看是我，脸上那点慌张立刻变成了焦急。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也顾不上说话，拽着我就往墙角更被人的地方躲。哎呀，我的好大嫂，你可算来了，我这心里正七上八下没着落呢。就今儿早上天还没大亮，我起来喂鸡，路过老两口那屋窗户根底下，听得真真的。老两口又是他们，一听这名儿就准没好事儿，这心咋一下就提起来了呢？我听见那老不死的压着嗓子说，老二老四那2个崽子现在精得跟猴似的，不好下手绑了，实在不行就绑白秀秀，用他来讹老大。反正老大最在乎他这个媳妇儿。我的老天爷啊！大嫂，你是不知道，那些个混账东西盯老二老四没得手，现在是真急眼了，说什么1不做2不休，要把事儿往绝了做。你这才刚搬完家，这又回来上工，可得千万加小心啊！
他们啥缺德事都干得出来。好家伙，绑不了小的就打起我的主意来了，想拿我当软柿子捏，缺讹我家男人，这真是阎王爷桌上抓供过，自己找死啊！真当我白秀秀是那面团儿，随便他们揉圆捏扁。行，既然你们把路往绝了走，那就别怪我新账旧账跟你们一起算，这梁子算是结死了。你放心，这事儿肯定没完，他们想玩，我就陪他们玩个大的，看最后谁哭爹喊娘。好啊，我本想过几天安生日子，你们非要把脏水往我身上泼，讹我男人，绑我，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心都黑到一块儿去了，以为我回来干活是自投罗网。哼，我白秀秀站得执行得正，还真不怕你们这些下三滥的招数。来呗，看咱们谁斗得过谁。这口气要是咽下去了，我以后在大队还怎么抬头做人？这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更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老大，说啥也不能让他们的奸计得逞。秀秀跟翠花躲哪儿嘀咕啥呢？神神秘秘的，脸色还那么难看，别是又出啥事了吧？秀秀姐炒的瓜子就是香，火候正好，回头得问问她咋炒的。陈金花正在整理文件，看到我脸色不对，立刻放下手里的活，我将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这俩老东西咋这么坏？这都啥年代了，他们还想干这丧良心的事儿？秀秀，你想怎么办？引蛇出洞，抓个现行。对了，这2天找个理由让孩子们尽量别往外跑，免得他们狗急跳墙，再拐了别人家孩子。哼，对了，这是得和你家清河商量一下吧？没得商量，不许你再干这种事。之前是孩子，现在是我，这2个老货还不除，我们家永远不得安生。不用商量，这事我能做主。和陈金花定好引蛇出洞的计划。3天后，我故意独自走夜路，等着那伙人上钩。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几个人影跟在后面。我察觉到异常，撒腿就跑。追，别让这小娘们跑了！我跑得太急，摔了一跤，摔了个实实在在的屁股墩儿，疼得龇牙咧嘴。这计划的代价也太接得气了点。老子等了你好几天了，想跑？来人啊！救命啊！不远处几个电筒都照了过来。有人，快！我正挣扎着，被混混捂住嘴。忽然，混混的手被扒开，整个被摔倒在地。我震惊地看着王清河、刘二虎混混们跟王清河扭打在一起。大队长带着村民们将混混按住。没事吧，秀秀？王清河阴沉着脸走来。清河，你咋来了？王清河沉默不语，抱起我。清河，别动！完了完了，这是真生气了。平时他话再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浑身都冒着冷气。可这事儿我能怎么办？难道真等着被绑了再让他着急吗？王清河依旧沉默着。就在这时，陈金花和大队长一前一后走了进来。王清河像是没看见他们一样，迅速站起身，转身就朝门外走去。咋了这是？清河咋一声不吭就走了？没事儿，大队长那边人审的咋样了？还锁在隔壁空屋里没开始审呢。小白啊，这帮人是冲着你来的，你算是苦主，要不一起过去听听？成，我必须得去听听，看他们到底能吐出什么象牙来。金花婶赶紧过来扶住我，跟着大队长就往隔壁空屋子走。刚一进门，空屋里灯光昏暗，刘二虎和2个混混蜷缩在泥土地上，抱着自己的腿不停地呻吟哀嚎，额头上全是冷汗。2个村民抱着胳膊站在一旁看着。这咋回事啊？刚才不还好好的？就刚才，清河大哥，他不是过来看了一眼吗？也没看清咋弄的，他们仨这腿就这样了。看了一眼。好家伙，我家这闷葫芦男人，平时不声不响，下手不是瞎眼可真够黑的，这是给我出气呢。我赶紧把头抬起来，死死盯着黑乎乎还挂着蜘蛛网的天花板，生怕嘴角咧得太明显被大队长看见。那个，断了就断了吧，正好也省得你们再跑，活该。刘二虎，我问你，你们到底为啥非要拐我？我跟你没啥深仇大恨吧？为啥？要怪就怪你自己得罪了人，挡了别人的路。得罪人，恐怕真正得罪了人，被当枪使了还不自知的，是你们吧？你难道就不动动你那脑子想想，为啥你们今天要拐我的事，我提前就知道，还能带人抓你们个正着？你啥意思？你想想，有人找你们来拐我，转头又通知我带人抓你们，拐卖人口这种罪，抓到了，怎么说都得进去蹲几年大牢吧？所以啊，找你干这事儿的人，到底是想害我呢，还是想借这个机会把你们也一起送进去，永绝后患呢？刘二虎，我们被那2个老不死的给设计了，他们就是不想还欠咱们那200块钱，想用这招把咱们弄进去，这仗就烂了。王八蛋，杀千刀的王家，敢这么坑害老子，老子跟你们没完！王家？你说哪个王家？还能有哪个王家？就是他白秀秀的公公婆婆家，那2个老畜生。从刘二虎嘴里撬出王守成和赵桂芬这2个名字的时候，大队长的脸黑得跟锅底似的。他二话没说，点了2个壮实的村民，打着手电筒直奔村那头的老王家。好个王守成、赵桂芬，
背地里竟能干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今天要不把你们揪出来，我这大队长也别干了。大队长敲了敲门，王守成，开门，我知道你没睡。队长，您这大晚上的是有啥指示？大队长咋来了？指示王守成、赵桂芬，你们干了什么好事，自己心里没数吗？队长，您这话是咋说的？我们老两口在家能干啥啊？刘二虎这个名字你们不陌生吧？赵桂芬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被王守成死死拽住胳膊。人家可什么都招了，走吧，别磨蹭了，跟我去大队部走一趟，把事情当面说清楚。队长，冤枉啊！那刘二虎他不是个东西，他血口喷人，您可不能信他。还愣着干什么？请人！两个高大的村民立刻上前，一左一右站到王守成和赵桂芬身边，虽没动手拉拽，但那架势已经不容拒绝。我不去啊，我不去啊，去了就回不来了。好什么好？闭嘴！我们去说清楚。冤枉啊，大队长，我是真不认识他们啊！天打雷劈啊！赵桂芬，你再装不认识了，就是你找上老子，让老子拐了你儿媳妇白秀秀，你还亲口跟老子说你们家刚分家，你儿子和儿媳妇手里分了4000多块钱，这事儿除了你们自家几个人，外面谁知道的这么清楚啊？王守成、赵桂芬，你们都听见了啊？找人拐卖自己的儿媳妇，你们还是不是人？心肠咋就这么毒啊？没有啊，大队长，天大的冤枉！虽说我们是分家了，是闹了点不愉快，可那也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我咋能干这种缺德冒阴的事儿呢？少，老子装大尾巴狼，就是你们故意把消息漏给白秀秀，让她带人抓我们，不就是欠了你们200块钱吗？你们就想出这种毒计，想把我们弄进去吃牢饭，这账就一笔勾销了，是不是？你们害老子，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我们没有告密。王守成脸色巨变，猛地用胳膊肘狠狠撞了赵桂芬一下，力道之大，撞得赵桂芬身子一歪，哎呦一声，后面的话硬生生给噎了回去，只敢惊恐地看着自己男人。这双黄唱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可惜演技太拙劣，词儿都没对好，真是丢人现眼。大队长，我看也别跟他们废话了，人证物证都在，直接报案吧，让公安同志来处理。横竖今天这一个两个的，谁都跑不掉。我说了没做就是没做，白秀秀你少在这血口喷人。院子里，王清河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那儿，背对着屋里的灯光，看不清表情，只能看见他手里正拿着一把柴刀，在一块磨刀石上一下一下缓慢而有力地磨着。那刺啦刺啦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瘆人。屋里所有人都被窗外的景象吸引了过去，一时间鸦雀无声。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王守成像是突然找到了替罪羊，回身一巴掌狠狠扇在赵桂芬脸上。赵桂芬完全懵了，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男人。我问你，是不是你和这些杀千刀的拐子勾结的？赵桂芬一脸懵逼地看着他。我以前就说了你多少次，让你对老大好点，就算老大当年出生的时候，咱家日子是苦，你也不能为这个就一直说他没福气。可家里，我要是早知道你敢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就是活出这条老命，也不能让你得逞啊！我呸，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坏事都是别人干的，自己永远是清清白白的。这些金附体的本事，不去唱戏真是屈才了。老头子，你胡咧咧啥呢？你疯了吧你？我看是你疯了，你个搅家精，败家娘们！老大为啥跟咱们离心？为啥非要分家？不都是你在里面搅和的？你自己猪油蒙了心，干了这缺德带冒烟的事儿，现在还想把我爷给拽进去垫背？你也不动你那猪脑子想想，要是咱俩都犯了事儿，一起折进去了，你让谁在外面给咱们奔走？让谁将来给他们做主？我抱着胳膊在一旁冷笑，看着这出闹剧。赵桂芬被王守成这番话堵得一愣一愣的，只剩下低低的抽泣。赵桂芬，你光哭有啥用？你瞅瞅你大儿媳妇，差点被你们害了，人家还没哭呢，你就给句痛快话。这事儿到底是不是你干的？是我干的。咋了，白秀秀？打从你进了我们老王家的门，我就看不上你，好吃懒做，还整天撺掇我儿子跟我们离了心，我恨你。听到赵桂芬认罪，王守成在一旁机不可闻地舒了一口气，肩膀都塌了下去，像是卸下了1000斤重担。赵桂芬把罪责一肩扛了。大队长脸色铁青，带着如释重负的王守成从空屋子里出来。院子里，清河还在那儿，手里那把被月光照得雪亮、渗人头皮发麻的刀。王守成跟在大队长身后，小心翼翼地迈过门槛，一抬眼就看见院子里那个沉默磨刀的身影，脖子下意识地缩了缩。我是真没想到啊，这老婆子她胆子这么大，会背着我干出这种糊涂事啊！他一边叹着气，一边假装镇定地往前走，想尽快离开这个让他心惊胆战的地方。
就在他经过王清河身边时，王清河猛地抬起手臂，手里那把蓦地锃亮的柴刀带着风声，哐当一声重重砍在了旁边的桌上。王守成哎呦一声，整个人跟过了电似的猛地一哆嗦，腿肚子当场就软了，差点没一屁股坐地上。他也顾不上形象了，连滚带爬的加快脚步，恨不得多生2条腿，赶紧溜出了大队院子。这事没完，老公，没事了，我们回家吧。我还没原谅你呢。一路沉默着回到了我们暖和敞亮的新家。清河这头倔驴从大队部出来就一直绷着个脸，嘴唇抿得紧紧的，一句话都不跟我说，看来是真气狠了，气我之前瞒着他，自己跑去当诱饵折腾那么危险的事。清河，你别生气了嘛，我知道错了，真知道错了，我晚上好好补偿你，行不行？王清河明显顿住了，耳朵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变红，但还是强撑着，继续摆着他的谱，假装没听懂。哼，那算了，我走就是了。说罢，我转身就做事要往外走，却被他一把拽住胳膊。你去哪？哼，果然绷不住了吧？还跟我装什么高冷硬汉呢？一听说我要走，这不就原形毕露了？我还能去哪啊？就是想去倒点水喝。忙活这么久，说了一堆话，嗓子干。喝水你跟我说不行啊，我去给你倒。他说着自己则转身去灶间端了杯温水进来。小心别洒了，你真是太过分了，这么危险的事你都不告诉我一声，要是真出点啥事，你让我咋办？对不起嘛，我知道错了，但你也知道，我要是提前跟你说了，你肯定死活都不会答应的呀。可那俩老东西你也看到了，他们根本没完没了，这次不把他们彻底制服了，咱们还有月月明明往后能有好日子过吗？指不定哪天就又出啥幺蛾子，防不胜防啊。对不起，是我没用，没保护好你们娘儿几个。你胡说什么呢？这怎么能是你的错？是他们心肠太坏，就是可惜让王守成那个老奸巨猾的老登给跑了，没把他一起送进去。放心，他跑不了。陈主任，秀秀姐，天呀妈呀，你们老王家出大事了！咋了？出啥大事了？看把你急的！你婆婆赵桂芬昨天晚上被公安开着车来给抓走了，呜哇呜哇的，好些人都看见了。秀秀姐，她这是犯了啥事啊？你肯定知道内情吧？这事儿啊，等公安调查结果出来，大家自然就知道了。现在啊，咱们就别瞎打听、瞎传话了。还有呢，还有你公公王守成，今天一大早，听说在去隔壁村的路上，被隔壁村那几个有名的地头蛇给堵住了，腿都给打断了，残着呢。他这是咋得罪人了？秀秀姐，这个你知不知道点风声？哎，真的，腿打断了。我微微蹙眉，做出思考的样子。放心，他跑不了。这还用猜吗？肯定是我老公把王守成勾结刘二虎想害我，最后又甩锅给赵桂芬的消息给放了出去。刘二虎那伙人肯定不止被抓的那3个，剩下的兄弟这是替他们大哥报仇来了。王守成这纯属是自作自受，活该。清河这动作可真快，刘二虎那帮人盘踞那么久，肯定有余党。他这消息一放出去，那些地头蛇的放火坑了他们兄弟还想赖账的王守成，这借刀杀人用的真是干得漂亮。陈主任，秀秀姐，不得了了，你们老王家又出大事了。知道了，不就是秀秀她公婆那点事吗？我们都听说了。你公婆咋了？你说的谁啊？不是他公婆，是你家那个儿媳妇刘小娥，还有4媳妇周娇娇他们俩。他们俩又咋了？也不知道是咋整的，俩人说是结伴进山捡柴火，结果可好，一起掉进咱们村后山那个老水潭里了，扑通扑通的，听说成了俩落汤鸡，被人捞上来的时候，脸都冻青了。嘿，你说这老王家最近是走了啥背字儿？不是这个掉粪坑，就是那个掉水潭，邪了门了。我琢磨着，好像就是自从他家那个老4媳妇周娇娇进门之后吧，这家里的倒霉事儿就一桩接一桩的。秀秀姐，你说你家这个4弟妹，该不会真是傻扫把星转世吧？专门来克你们老王家的，我可听说了。今天掉水潭，本来是他自己没站稳，脚下一滑，结果他手忙脚乱的，硬是死命拽住了旁边你二嫂的胳膊，把二嫂子也给一起拖下水了。我听到这话，猛地一愣，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你是说这次是周娇娇她自己先掉下去的，不是2个人一起滑下去的？对啊，当时旁边还有人看见了呢，就是周娇娇先脚底打滑，嗷一嗓子就往下溜，顺手就把二嫂子给带下去了，这有啥奇怪的吗？不对，这太不对了。周娇娇那可是自带锦鲤体质，走路都能捡到钱，摔个跤都能发现古董的主儿，她怎么会这么倒霉，自己先掉进水里？等等，水潭，上一世好像有点印象，她周娇娇好像就是有一次意外掉进某个水潭里，然后就在水里摸到了一个箱子，发了一笔横财，难道就是这次？清奇，我告诉你，你别声张，我接掉水里的时候扑腾那几下，你猜我看见啥了？看见啥了？水鬼啊！呸，什么水鬼？我看见一个箱子沉在水潭底下的石头缝里，黑乎乎的，看着可揪了。幸好当时水魂二嫂离得也近，光顾着害怕扑腾了，没留意，就我一个人看见了。
明天等天一亮，咱们就偷偷再去一趟，就咱们俩，谁也别告诉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直觉，清奇，那箱子里肯定有宝贝，咱们要发财了。周娇娇啊，周娇娇，你这精灵运气今天怕是要撞上我这装着各种不符的渔网了，想独占宝贝，门都没有。夜深人静，王清河凭借我模糊的记忆指引，潜入冰冷刺骨的水潭，费了好大劲儿，果然在石头缝里摸到了一个沉甸甸、裹满淤泥的旧木箱。他悄悄把箱子抱回家，两人在灯下小心翼翼地撬开锁。箱子打开一条缝的瞬间，金灿灿的光芒差点闪瞎他们的眼，里面竟然是好几根黄澄澄的金条和一些泛着古老光泽的珠宝首饰。我的老天爷！得快点收好。我们两人手脚麻利地把金条和珠宝转移藏好，又找来一个差不多大小、同样破旧的空木箱，往里面塞了几块差不多重的石头，重新钉好，做得以假乱真。王清河再次潜入水中，将这份厚礼原封不动地放回了原处。快藏好，他们好像来了。果然，没过多久，周娇娇和王清奇两人鬼头鬼脑、东张西望地出现在了水潭边。就那儿，我昨天看见就在那几块大石头中间，你快下去。最好真有宝贝，不然这冷水澡算是白泡了。说着，深吸一口气，扑通跳进了水里。他在水里摸索了一阵，果然抱着一个旧木箱浮出了水面，脸上带着狂喜。娇娇，真有个箱子，但是这箱子咋这么轻啊？感觉里面像是空的。傻眼了吧？宝贝早让我们连夜搬家了。哎呀，你先别管轻重了，快上来，快抱着箱子上来啊！沉甸甸的还能是宝贝啊？说不定里面是更值钱的票券或者地契呢。王清奇一听，觉得有道理，赶紧抱着箱子哗啦啦的趟水上岸。两人也顾不上浑身湿透，迫不及待地把箱子放在岸边一块相对平整的地上，四只眼睛死死盯着箱子盖，呼吸都急促起来。就在这见证奇迹的关键时刻，只听得一声怒吼从旁边的灌木丛后炸响。好你个周娇娇，你个黑了心肝的白眼狼，昨天在水里扑腾的跟要淹死似的，上来就抱着我胳膊哭，说水里啥都没有，光顾着害怕了，吓都吓死了，转头就偷偷摸摸叫你男人来捞宝贝，你想独吞？没门儿！你个满嘴跑火车的丧门星！说罢，狠狠地从后面掐着他的脖子。二嫂，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啊！松啥手？该松手的是你！你们两口子不厚道，吃独食也不怕噎死。二嫂，你先松手，可，有话好说，咱们是一家人，有啥不能商量的？我呸！谁跟你们是一家人？你们两口子忒不是东西了。之前挑唆爹娘分家，害得我被打得躺了好几天，我忍你们很久了。你敢打我？打你怎么了？打你天经地义，老子早就想揍你了。我呸！就凭你个窝囊废，还想教训我？你有那个本事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你是大哥啊？敢跟我动手？别打了，都给我住手！为了个破箱子，自家人打成这样，像什么话？别停啊，这闹精彩处呢，这比大队部开会热闹多了。打，使劲儿，就是那样，踹他！就在王清奇和王老二打得难分难解之时，周娇娇眼珠子一转，趁所有人不注意，抱起地上那个旧木箱，猫着腰就想偷偷溜走。刘小娥眼角的余光瞥见周娇娇的小动作，立刻炸了，也顾不上拉架了，一个箭步冲上去，猛地从周娇娇怀里把箱子抢了过来，对着还在厮打的两人怒吼：住手！都给我停下！再打信不信我现在就把这箱子扔回水潭里去，谁也别想要！这一嗓子果然管用。王清奇和王老二同时停了手，气喘吁吁的互相瞪着，脸上都挂了彩，但目光都不由自主地盯紧了刘小娥手里的箱子。没戏看了！我看的腿都麻了，下意识想站起来活动一下，结果忘了身在何处，脚下一滑，踩空了一步，整个人重心不稳。幸好王清河反应极快，慌忙伸手一把拦住我，但这动静实在不小，瞬间打破了水潭边紧张的对峙局面。王清奇、周娇娇、王老二、刘小娥四双眼睛齐刷刷的循声看了过来，目光惊疑不定地落在突然出现我们身上。呵，这么巧啊，你们也在这儿散步呢？大嫂，你跟大哥躲在那树后头干啥呢？哎呀，那是啥玩意儿啊？看起来像个老物件儿。你们在这儿寻宝呢？我快要憋不住笑了，还得拼命忍住，装出一副刚刚发现什么都不知道的好奇样子。那箱子里的宝贝早让我家金和个连夜搬空了，现在就剩个空壳子加几块破石头，你们还当个传家宝似的藏着掖着。哎呦，收啥呀收？我都看见了，这么大个箱子藏得住吗？老话怎么说来着？见者有范，对吧？清河。王清河在我身后面无表情地点了下头，算是附和。那我打开了啊。在其余三人灼热的目光注视下，周娇娇猛地打开了箱子，结果里面空如也只有几块破石头。空的？怎么会是空的？宝贝呢？看着他们四个如同被雷劈了一般，瞪圆了眼睛，张大了嘴巴，一副怀疑人生、呆若木鸡的傻样，我心里那个乐啊！咋回事？这就是空的了？金钱呢？宝贝呢？
好啊，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们4个肯定是在我跟清河来之前，早就把里面的好东西给分干净了，搁这儿演戏给我们看呢。赶紧的，把东西给我拿出来，想独吞没门儿。没有，我真没拿，我连箱子边都没摸热乎呢。是他们俩先来的，谁知道是不是他们早就把东西藏起来了，拿个空箱子糊弄我们。周娇娇和王清奇被这突如其来的指控惊得瞪大了眼睛，一脸难以置信。天爷啊，这刘小娥翻脸比翻书还快，自己没捞着好处就想拉我们下水。王清奇，你个，把东西给我拿出来，老子就知道你没安好心，敢耍我。刚回家就听见旁边老王家院子里哭喊叫骂，闹得比我们这边还厉害。我这看热闹的心一下子又被勾了起来，忍不住凑过去，扒着院墙边往里瞅。刘老虎大马金刀地坐在唯一一张完好的藤椅上，翘着2郎腿，斜眼看着眼前的人。3个膀大腰圆的混混抱着胳膊站在他身后，像3尊凶神。王守成则瘸着一条腿，战战兢兢地站在刘老虎面前，腰都快弯到地上去了。刘爷，家里能翻出来的钱都在这儿了，就这些了，您行好。您看我这条腿也被您教训过了，算是赔罪了。您大人有大量，能不能就别再跟我这老骨头计较了？你要饭的呢？就这么几个子儿，老子3个兄弟因为你折进去了，吃牢饭了，你的一条老瘸腿够吗？我告诉你王守成，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个满意的交代，老子让你这辈子都活不安生。刘老虎把钱摔地上那架势，跟扔擦屁股纸似的，那股子嚣张劲儿，真把自己当成这10里8乡的土皇帝了。这时，囡囡端着一盆刚洗完的湿衣服，怯生生地走出来。他一眼看见院子里的阵势，小脸瞬间吓得惨白，缩了缩脖子，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转身，想悄无声息地退回屋里去。哟，老王头，你这小孙女出落得挺俊俏啊。是，刘哥您好眼力，就是个乡下丫头片子，不知什么，不过嘛，干活还算利落，也听话。刘哥你要是觉得还能入眼，就让他跟着您去端茶倒水，伺候您。王守成这老畜生，为了自己脱身，竟然想把自己亲孙女推出去顶缸，这哪是人能干出来的事，简直是畜生不如。刘老虎闻言，只是从鼻子里哼笑一声，没说话，但那眼神里的意味已经不言自明。王守成见刘老虎没反对，以为是默许了，心中狂喜，也顾不上腿疼了，一瘸一拐的就冲进屋里。不一会儿，里面就传来囡囡惊恐的哭叫声和挣扎声，紧接着王守成连拖带拽，粗暴地把哭成泪人的囡囡从屋里拉了出来。囡囡，别哭了，听话，今天你就跟着这位叔叔走，去城里享福，快走。那混混咧嘴一笑，伸出粗糙的大手，一把就抓住了囡囡细瘦的胳膊。我不去，爷爷，我不去，我要妈妈救我。死丫头，不许闹，再闹我揍你。妈妈。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身影如同旋风般从院门外冲了进来，正是听到女儿哭喊拼命赶来的赵翠花。她眼睛赤红，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狼，不管不顾地冲上前，用尽全身力气，一把狠狠推开那个抓着囡囡的混混。滚开，都给我滚开，谁敢动我闺女，我跟你们拼命。他把囡囡护在身后，面对着王守成和刘老虎等人，形成一道脆弱的屏障。你们想干嘛？光天化日的，还想抢孩子不成？老三媳妇，你冷静点，听话，要是不让囡囡跟他们走，刘爷发了火，咱们一家子都别想有好日子过。你看咱家现在这情况，锅都揭不开了，让囡囡跟着刘爷去，那是去吃香的喝辣的，是去享福。你当娘的，难不成还想让孩子跟着咱们一起挨饿受穷吗？我呸！王守成，你个老不死丧良心的，你说的是人话吗？享福，跟着他们这些人走，是去享福还是去跳火坑？你心里没数吗？你自己在外面惹了烂摊子，欠了阎王债，就想卖我女儿替你顶债，你做梦！我告诉你，门都没有。赵翠花，我是你公公，是这个家的当家人，这个家现在我说了算，你把孩子给我。刘老虎在旁边冷眼旁观，脸上带着一丝玩味的狞笑，他对着旁边2个混混使了个眼色，还愣着干什么？请小姐上路啊！2个混混得令，立刻面露凶光，大步上前，其中一个直接伸手就去拽被赵翠花护在怀里的囡囡。妈妈，救我！我不去，妈妈。赵翠花死命护着孩子，用身体去挡，但一个女人的力气哪里抵得过2个壮汉？眼看囡囡就要被扯出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院门口一阵骚动，周娇娇、刘小娥以及刚刚在水潭边打得鼻青脸肿的王清奇和王老二走了进来。王清奇嘴角破了，眼圈乌青，王老二也没好到哪儿去，脸上好几道血痕，走路都一瘸一拐的。快，老二、老四，快过来帮忙啊！他们要抢囡囡，拦住他们！不许帮，
谁也不许动手。谁要是敢拦着，刘爷发了火，咱们全家今天都得倒大霉，都得完蛋。老东西，老子没空看你们唱大戏，到底怎么说？现在要么让这丫头跟我走，要么2000块，少一个子儿都不行，拿钱来。2000块，这简直是抢钱啊！咱们全家砸锅卖铁也凑不出这么多。抓着囡囡的那个混混见状，更加用力，几乎是将小女孩提离了地面，拖着就往院外走。王守成死死拽住还想扑上去的赵翠花，不让她动弹。二哥、四弟，你们就眼睁睁看着吗？囡囡可是你们的亲侄女啊，身上流着老王家的血啊！你们救救她，我求求你们了！王清奇和王老二面面相觑，脸上闪过挣扎和畏惧，但在刘老虎阴鸷的目光和王守成不断的眼神警告下，两人最终还是默默后退，没说什么。三嫂，你想开点，孩子以后还能再生呢，别为了个丫头把全家都搭进去啊！他眼睁睁看着哭喊挣扎的囡囡被那混混粗暴地拖着走了，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魄，双腿一软，瘫倒在地。然而这时候，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手持一根粗长的枣木棍，如同门神一般，一步步从院门外踏了进来，后面还跟着我。囡囡不哭，一会大伯母给你买糖吃。我看今天谁敢动我老王家的孩子。大哥、大嫂，你们来了。王清河目光一扫，精准地落在那个还抓着囡囡胳膊的混混手上，他手腕一抖，棍子带着风声，啪的一声脆响，精准有力地打在那混混的手腕上。哎呦！囡囡感觉到前肢松开，哇的大哭出来，像只受惊的小鹿，跌跌撞撞地扑回母亲怀里。妈妈！赵翠花用尽全身力气将失而复得的女儿紧紧抱住，身体还在后怕的剧烈发抖。老不死的，我呢？你家到底谁说了算？这账到底还想不想清了？老大，你干什么？我们已经分家了，这是我们三房的事，用不着你管闲事，你快走。分家了，我也姓王，这闲事我今儿还就管定了。你到老子是干。他话还没说完，王清河动了，动作快如闪电，众人只觉眼前一花，根本没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就听到啪一声极其清脆响亮的耳光声。刘老虎被这一巴掌扇得眼冒金星，整个人趔趄着歪到一边，差点摔个狗吃屎。他捂着自己瞬间肿起来的老高，火辣辣疼得半边脸，脑子里嗡嗡作响，完全懵了。你干什么？揍你啊，还能干什么？别愣着了，你们几个一起来吧，省时间。我赶紧往后退了几步，找了个安全又视野好的角落站着，可不能耽误他发挥。别看这几个混混人多，一个个虚张声势，其实都是外强中干的货色，真动起手来还不够我男人塞牙缝的呢。那两个混混被王清河的嚣张气焰和刚才那一巴掌的威力镇住了，互相看了一眼，眼神里都有些发怵，但在刘老虎吃人般的目光逼视下，只能硬着头皮发一声喊，一起冲了上去。王清河眼神一凛，不退反进一脚正中那个混混。混混惨叫一声，膝盖处传来剧痛，整个人失去平衡，扑通一声直接跪倒在地。他3-2下就解决了这两个人。院子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大哥，这是真练过吧？我的娘嘿！只见刚才还嚣张跋扈的几个混混，此刻像堆破麻袋一样，被王清河用膝盖和手肘死死地按在地上，叠在一起，哎呦妈呀的呻吟着，动弹不得。你挺凶啊！你竟然敢打我，我不会放过你的。这时我已经从屋里找来了一捆粗麻绳，小跑着递过来。清河，在。捆好后，王清河便像牵牲口一样，拽着绳子头，将哼哼唧唧的刘老虎几人粗暴地拖出了院子。看样子是打算直接扭送到该去的地方。大嫂，今天多亏了你和大哥，要不是你们，囡囡他……哎呀，真是万幸万幸，还是大哥有本事，3-2下就把坏人打跑了。三嫂，你看你这下的，没事了吧？孩子也没事，真是祖宗保佑，孩子还能再生。赵翠花根本懒得再听周娇娇那虚伪的言辞，她猛地扬起手臂，用尽全身力气，朝着周娇娇那堆满假笑的脸狠狠地扇了过去。她一声极其清脆响亮的耳光，响彻了整个骤然安静的院子。三嫂，你疯了吧你怎么能打我？我打的就是你！你刚刚说的那是人话吗？孩子还能再生，这种混账话你也说得出口？囡囡是我的命根子，不是地里头的韭菜，割一茬还能长一茬。还有你们一个个的，刚才就眼睁睁看着我的囡囡被那些天杀的往外拽，你们的心呢，都被狗吃了吗？我今天算是彻底看清了，看清你们老王家里住的都是些什么牛鬼蛇神。从今天起，我赵翠花还有我闺女囡囡跟你们老王家再没有半点关系，我们不是你们王家人。三弟妹，你看你这说的傻傻话气话，你不待在王家你能去哪？你那个娘家还能让你回去啃他们老米缸啊？谁说他没地方去？
去我那住。从今天开始，我白秀秀就是他赵翠花的娘家人。谁要是再敢欺负他们娘俩，先问问我同不同意。赵翠花猛地转头看向我，眼眶里的泪水再次汹涌而出。咋，笨着干啥？不想跟我走啊？我那新家虽然不大，但多你们2双筷子，还饿不着。不，我走，大嫂，我跟你走。那还傻站着干啥？回屋收拾东西去，捡要紧的拿，麻利点儿。哎，好，好，好。没过多久，赵翠花就拎着一个不大的、洗得发白的布袋子出来了，里面瘪瘪的，显然没多少家当。她紧紧牵着女儿囡囡的小手，走到我身边。赵翠花，你今天要是敢踏出这个门一步，我马上就托人给老三带话，让他回来就跟你离婚，把你休回娘家。我看你到时候还能不能这么硬气。赵翠花听到这话，身体明显一僵，脚步顿住了。在这个年代，离婚2个字对女人来说还是有着巨大的压力和恐惧。走，先塌下来，由我白秀秀给你们担着。那我们走。大哥大嫂，今天真是给你们添大麻烦了，要不是你们，我和囡囡就……说的啥境外话？啥麻烦不麻烦的？当初我家俩娃被那2个老丁盯上的时候，不也是你心善，偷偷给我递信儿，还拦着他们吗？这情分我记得呢。咱们之间不说这个。这事说起来也怨我，是我故意把老东西告密的消息偷给刘二虎那帮兄弟的，本想着让他们狗咬狗，给老东西个教训，让他以后安分点。但我真没想到他能混蛋到这个地步，连自己亲孙女都能推出去顶债。还好我多留了个心眼，让相熟的兄弟帮忙盯着点他家，一看刘老虎带人堵门，就赶紧给我报了信儿，要不然今天真要出大事了。这也好，算是让我彻底看清他们那一大家子都是什么狼心狗肺了。大嫂，你说囡囡他爸他要是回来了，知道我今天闹了这一场，还带着孩子出来了，他会不会……你怕王老三听了他爹娘的挑唆，回来就跟你提离婚，不要你们娘俩了？他敢，他王老三要是敢干这种糊涂事，不用别人，我第一个帮你揍他，揍得他找不着北。他话音未落，只听吱呀一声，屋门被人从外面有些急切地推开了，一个身影踉跄着出现在门口。只见那人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不是王老三又是谁？你这脸是咋回事啊？跟谁打架了？我把咱家给砸了。你说啥？你疯了？你咋能把家给砸了？那以后住哪儿啊？咋？他们都要把我闺女送出去抵债了，我还跟他们好声好气说话，我没一把火把那破房子点了，都算我念着那点生养情分了。那是家吗？那是个吃人的狼窝。爸爸，囡囡，爸的乖囡囡，没事了，没事了，爸回来了。翠花，我是想要个儿子，想着将来有人扛门户，但我也从来没说过不疼闺女啊。囡囡也是我的心头肉啊。老三哥这顿揍看样子没白挨，总算是在关键时刻脑子清醒，知道谁轻谁近，拎得轻轻重了，是个爷们儿。好了，老婆，别哭了，以前是我不对，是我懒，是我没出息，光想着靠家里，让你们娘俩受委屈了。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好好干活，挣工分，就是去扛大包，我也要凭自己的力气养活你们娘俩。赵翠花的眼泪流得更凶了。明天一早我就去找爸说清楚，咱们分家，彻底分出来过。这一家子真不是玩意，不过没啥不过的，分家是正经事，不能怂。明天哥陪你去。好，哥，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了。第二天，我这脚刚踏进办公室的门槛，就看见金花姐一见我就两眼放光的迎了上来。秀秀，你可来了，正想着去找你呢，有个天大的喜事，我得第一个告诉你。喜事？金花姐，啥喜事啊？看把你高兴的，难不成咱大队要发肉票了？比发肉票还好呢，你听着，之前你不是机灵，带着人抓了刘二虎那3个拐子吗？立了大功吗？这前几天你家清河更厉害，又捆了刘老虎那几个混账东西送过来，这一审才知道，好家伙，刘二虎、刘老虎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是一个专门干坏事的犯罪团伙。这下可好，被你们2口子前前后后误打误撞给一锅端了，这可是给咱们公社，是给全县都除了个大害啊！我的老天爷，没想到刘二虎和刘老虎居然是兄弟，还是一伙的。我们这误打误撞的，竟然端了个贼窝，这功劳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我呀，赶紧就把你这份功劳，还有你之前为集体做的那些好事，一桩桩一件件，都清清楚楚的写成材料，报到上面去了。本来想着怎么着也得给你申请个先进分子、38红旗手之类的荣誉，再发点奖励。结果你猜怎么着？县里街道办事处的领导看了材料，对你赞不绝口。正巧他们那儿有个空缺的岗位，点名想让你去呢。以后啊，你就在公社上班，不用在城里乡下两头跑，风吹日晒的挣工分了。真的，金花姐，你没骗我吧？去街道办事处上班？真的，姐能骗你吗？谢谢姐，我一定不负众人好好干。说啥谢谢呢？这本来就是你的本事，姐只是顺手帮个忙，
而且啊，你上次卖我妹子院子的事，姐都还没好好谢谢你。从金花姐那儿拿到街道办的地址，我一路找过来，看着手里那张写着地址的小纸片。这可是份新工作，新起点，可不能出岔子。街道办事处地址是这儿没错吧？门刚推开一条缝，里面震耳欲聋的争吵声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了出来。还没等我看清里面的状况，一本厚厚的硬壳的书就带着风声从里面猛地飞了出来，直冲我的面门。我下意识地往旁边一闪，那本书啪的一声重重砸在我刚才站的位置身后的墙上，又掉在地上。我的妈呀，这哪儿是办公室啊，跟菜市场差不多。不对，是战场吧？难不成里面在打架？我告诉你，想跑没门儿！你这辈子生是我们老袁家的人，死是我们老袁家的鬼，就得给我们家当牛做马。袁老太，你讲不讲理？小玲在你们家当牛做马这么多年，伺候老的照顾小的，你们是怎么对她的？有一点好脸色吗？现在你儿子还敢动手打她，你看看这脸上伤的，这婚非离不可，必须离。我呸！你算哪根葱？别以为你是太医就能管得着我们家的事，想离婚门都没有。打你怎么了？谁让你是个不下蛋的母鸡？进了我们老袁家这么多年，连个带把的都生不出来，还有脸提离婚？我不下蛋，你们为什么还不让我离婚？我每个月工资一大半都交给你们了，你们还想我怎么样？你们一家子就是吸血鬼，吸我的血，啃我的骨头。你敢骂我，我撕烂你的嘴！袁奶奶，您冷静点，这是街道办事处，不许动手，不能打人啊！我突然灵机一动，猛地用手捂住自己的额头，整个人的身子也跟着晃了晃，像是要晕倒一样。哎呀，好疼啊，疼死我了，我的头！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袁老太举到半空的手僵住了，齐莹莹和许玲忘了哭泣，连死死抱着袁老太的小唐也愣愣地看了过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这个突然出现捂着脑袋喊疼的陌生女人身上。同志，你没事吧？快进来坐下歇歇。什么没事？你看我这头被砸得嗡嗡的，到底哪个王八蛋拿书砸的我？这属于蓄意伤害，我要验伤，我要去公安局报案，赔钱，必须赔钱，少一个子儿都不行。这老太太眼神躲躲闪闪，都不敢正眼看我，刚才那气势汹汹的劲儿也没了，一个劲儿的左顾右盼，指定是她扔的书没跑了。正好，我就借着这事儿好好杀杀她的威风，给受欺负的妹子撑个腰。咋，妹子，我看你脸上这伤也是被人打的，这光天化日之下还有没有王法了？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报案？咱们一起验伤，让公安同志给咱们做主。对，报案，这位同志说的对，蓄意伤人是犯法的，是要关起来坐大牢的。我看谁敢再动手。你闭嘴！你敢让人抓你老公？你反了天了！什么老公老婆的？你到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还搞封建社会婆母妻儿媳那一套？我告诉你，新社会了，只要动手打了人，那就不是家务事，是违法犯罪。别说老公了，就是天王老子打了人，照样得负责。看来今天小玲这事真有希望解决了。你可别吓唬我，我可不是被吓大的。谁吓唬您了？老太太，咱们实践出真知，试试不就知道了。同志，麻烦您现在就帮我报个案，就说在街道办事处有人蓄意伤人，用硬皮书砸我脑袋，我现在头晕恶心，需要验伤。同志，麻烦您也帮我报案，我脸上身上这些伤都是我丈夫打的，我也要验伤，追究他打人的责任。等等，我这就给派出所打电话。完美！不许报，我看谁敢报！你个没脸没皮的白眼狼，丧门星，你还真敢把你男人送进局子里？你想让我们老袁家断子绝孙啊？你个毒妇！不想让我们报案，行啊，那你就让你儿子痛痛快快答应离婚，痛痛快快把手续办了。这些年，不仅小玲的工资大半都填了你们家的无底洞，她娘家明里暗里补贴你们的还少吗？早就够本了吧？你们要还是贪得无厌，咬着不放，那咱们今天就鱼死网破，大家一起到公安局，到法院，把道理掰扯清楚，看看到底谁怕谁。我这事我做不了主，得回去跟家里商量商量。办公室里暂时恢复了安静，袁老太灰溜溜的走了，说是回家商量，实则跟逃难似的。姑娘，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都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我们刚才就跟那秀才似的，被他缠得一点办法都没有。要不是你突然出现，又机智的想了这么个法子镇住他，我们还不知道要被那老泼妇纠缠到什么时候呢。您太客气了，我一看您就是有文化的明白人，说话做事都讲道理，但对付袁老太那种混不吝的，光讲道理不行，就得用点他怕的招儿。这叫啥？这叫恩人自有恶人磨。啊呸，不对，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你哪算什么恶人？你今天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姑娘。还有你这个小傻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受了这么多委屈，怎么就一个人硬扛着？要不是我这次特意从省城赶来看你，你是不是打算一直被他们欺负到死，都不告诉我一声？姨妈，我知道你这些年一个人也不容易，身体又不好，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傻孩子，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就是担心你，也想着要是你弟弟小兵还在，知道你这么被人欺负，他肯定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在哪儿，过得好不好，还能不能找到。姨妈，你别太担心了，于叔他不是已经去上河村打听了吗？当年最后的消息就是小兵被送到那边了，一定有线索的，一定能找到的。等等，阿姨，小玲姐，你们是要去上河村找人吗？我就是上河村的，我在那儿长大的。真的，姑娘，你真是上河村的，这可真是太巧了。那你有没有在村里听说？许灵同志，恭喜你啊！你婆婆刚才算是同意了，签了字，你们一会儿就可以去把手续办了。真的，小唐同志，谢谢您，太好了。太好了，快，小玲，咱们赶紧去。谢谢你啊，姑娘，今天真是多亏了你。回头阿姨一定请你吃饭，你马上就在这儿工作室吧，咱们以后常见面。这阿姨也太实在了吧，刚帮完忙就提请吃饭，这性子可真对我胃口。应该就在这儿了，不过还得等翁主任回来给我办完手续才算数呢。阿姨，你们赶紧先去忙正事吧，离婚这事趁热打铁。好，那我们回头见。齐莹莹拉着许灵，脚步轻快地朝办公室外走去。哎呀，你看我一高兴差点忘了，光顾着为他离婚高兴，忘了向那位白同志仔细打听小兵的事了。没事的，姨妈，咱们回头不是还要请他吃饭感谢他吗？到时候再问也不迟。而且于叔那边不也一直在上河村打听消息呢吗？双管齐下，肯定能有信儿。周娇娇和一个村民正站在老王家院子门口闲聊，那村民说的眉飞色舞，周娇娇听得一脸惊奇。真的啊，省城来的大人物跑到咱们这穷乡僻壤来找孩子，找啥样的孩子啊？你们说什么呢？什么找孩子？王叔，我们在说这2天有省城来的人在村里打听事情，好像是很多年前丢了个孩子，正在寻访。又找？怎么又来了？爸，什么叫又啊？难道以前也有人来找过？没什么，我瞎说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几乎是拖着瘸腿，踉踉跄跄的就往屋里钻，恨不得立刻消失在众人视线里。娇娇，说起来，你公婆25年前是不是去过宁县那边啊？好像还在那边待过一阵。25年，这个时间点，大哥王清河今年不正好是25岁吗？难道省城来找的孩子跟大哥有关？爸刚才那么慌张，我的天爷，这里头肯定有大事。爸，你跟我说实话，大哥王清河根本就不是你跟妈亲生的，对不对？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大哥他就是我儿子，我王守成的种，你再敢瞎说，我撕烂你的嘴！爸，您先别急，别误会我的意思嘛，我这不是为咱家着想吗？你想啊，外面都传遍了，这回找人的可是省城来的，那是什么人家？非富即贵啊！大哥他自己又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在咱家过了20多年苦日子，咱们要是能趁着这个机会跟他们联系上，就说咱们含辛茹苦把他养大，这养育之恩，怎么着也得表示表示吧，弄点好处回来，贴补家里，不也挺好？周娇娇见王守成眼神闪烁，似乎有点心动，但又犹豫不决，她便趁热打铁。再说了，爸，万一那家人真找上门，非要认回大哥怎么办？那咱家不是鸡飞蛋打，白养这么大个儿子了。要我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他们要是问起来，咱们就一口咬定，就说大哥他早就得病死了，对，就说小时候发高烧没救过来，这样既能断了他们的念想，咱们说不定还能捞着点抚恤金啥的，您说是不是？你说的是什么疯话？你敢？他动作太猛，加上之前腿伤未愈，身子一个不平衡，腰部传来嘎巴一声脆响，剧痛瞬间袭来，他惨叫一声，扬起的手僵在半空，整个人歪斜着动弹不得。哎呦，我的腰，哎呦喂！爸，您看，您这又是何苦呢？动这么大肝火，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这是在提醒您呢。您知道吗？我刚刚听说白秀秀，您那个好大儿媳，她可是走了狗屎运，这就要去县里的街道办上班了，端上铁饭碗了。您再看看咱们家，被大哥他们压得死死的，这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要是再不想办法弄点钱，撑起门户，您难道真想一辈子被大哥大嫂踩在脚底下，看他们的脸色过日子吗？其实当时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走投无路了才。就是这样，这事儿埋在心里20多年了，我跟你妈没敢跟任何人提过。爸，这就对了，您能把这事告诉我，说明您信得过我。您放心，这事交给我来办，咱们不用干别的，就往外放点假消息，就说大哥，哦不，
就说那孩子当年确实到过咱家，但没养活，早没了。那边寻子心切，肯定愿意给钱买线索，或者给抚恤金，咱们弄到一笔钱就跑，神不知鬼不觉。退一万步讲，就算以后真有人追究起来，咱们就把事情全推到妈身上，反正妈现在人在大牢里，他们还能钻进去找她对质不成？死无对证。听说那找孩子的人现在就在县城里打听呢，机不可失。明天我就去县城找他们。行吧，就按你说的。哼，反正当年偷孩子缺大德的是你们老两口，我一个后来进门的媳妇，什么都不知道，风险你们担了。如今这好处和该轮到我来捞了，只要能弄到钱，过上好日子，管他什么良心不良心。齐阿姨非要答谢我，拉着我到了县城里一家还算体面的餐馆，点了一大桌子菜，这热情劲儿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我们这头正说着话呢，完全没留意到有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也跟到了餐馆门口，不是周娇娇还能是谁？齐阿姨，您这也太客气了，就是帮了点小忙，哪用得着这么破费？要的，你可是帮了小玲，也帮了我大忙了，我是特地来感谢你的，别光说话，多吃点，瞧你瘦的。他们怎么会在一起吃饭，还这么熟络的样子？难道白秀秀已经把那件事告诉这个省城来的女人了？他们已经相认了？不对，要是真相认了，大哥王清河肯定也得在场，现在只有他们两个。周娇娇心急如焚，眼珠子飞快地转动，想着对策。忽然她看见一个7、8岁的小男孩从餐馆门口跑过，她眼疾手快，一把拽住那孩子，脸上挤出她自认为最和善的笑容。小朋友，帮姐姐一个忙好不好？姐姐给你买糖吃。对了，齐阿姨，上次您说要去我们上河村找人，还没来得及细问，我们村的人我基本上都认识，您到底要找谁啊？跟我说说名字长相，说不定我能帮上忙呢。就在这时，那个被周娇娇拉住的小男孩手里攥着什么东西，噔噔噔跑进了餐馆，径直跑到齐英英身边，把一张叠起来的纸条塞到她手里，然后扭头又跑了出去。齐英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弄懵了，只看了一眼，脸色骤然大变，猛地站起身，也顾不上吃饭了，问清公园地址就急匆匆地赶了过去。我心里不解，也担心他出事，赶紧跟了上去。到了公园一看，好吗？周娇娇早就好整以暇地等着了，果然是他搞的鬼。阿姨，您来了。是你给我写的字条，上面说你可能知道我儿子的下落，你真的知道他在哪儿？阿姨，您先别急，慢慢说，这事儿说来话长，我啊得跟您仔细说道说道。你说是你公婆偷了我儿子？是啊，我也疑惑为啥公婆对大哥那么差，后来才知道是我公婆当年没孩子，怕生不出来才偷了别人的孩子。我真的觉得我公婆这么做太过分了，所以才偷偷跑来告诉您。你大哥在哪里？现在带我去见他。阿姨，我公婆不会答应的，而且我大哥这人特别孝顺，啥都听他们的，还是得想办法让你跟大哥先见上一面才稳妥。那怎么办？小周您一定得帮帮阿姨。放心吧，不过我现在也有难事，听说您认识这街道的人，您能帮帮我吗？什么事？你说。本来咱村是要推荐我来街道上班的，结果我们村有个女的叫白秀秀，她作风不正，跟我们大队长搞到一块儿了，硬是把我的机会给抢走了。你说白秀秀，她不是这样的人。被那俩老货偷走的孩子，那不就是清河？我实在听不下去周娇娇在这里胡扯，便走上前去。阿姨，您别被他骗了，我知道您的儿子在哪里。秀秀，你说你知道？阿姨，这是我四弟妹，您的儿子当年确实是被我公婆偷走了。周娇娇见情况不妙，随即脚底抹油溜走了。而我在公园把这些年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利，他们居然忘了关门。果然我的运气就是没人能比，等我勾引上王清河，就能跟着他去省城享福了。秀秀，你在家吗？怎么门没锁？姐夫，疯子年年有，今年特别多。王清河没有再多看一眼，跑了出去。大家来看哦，这儿有个疯婆子哦，大家快看哦。这时候我也和翠花他们还有齐莹莹回来了，大家来看看哦，狐狸精大白天来别人家勾引男人哦，快看哦。三嫂，你干嘛？别喊了。邻居们对着周娇娇指指点点，齐莹莹走了出来，把她带到村里去，让大家看看她有多不要脸，竟然勾引自己的姐夫。王清河，你就是王清河，我的儿子，我是你的母亲啊。周娇娇，你勾引你姐夫，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把我们村的脸都丢光了。不仅如此，他还想让我利用关系把小白的位置换下来，这种行为已经不光是道德问题了，希望你们村能好好教育他。一定，是我们失职。娇娇，你们干什么欺负我老婆？谁欺负你老婆？你老婆勾引大哥给堵床上了。你胡说什么？不信啊，大哥家的邻居都是证据，这次算是丢人丢出村子喽。老公，我可以解释的。王清奇一巴掌扇向周娇娇。贱人，
我的脸都给你丢光了。哎呀，真是，赶紧回家。等等，他们可以走，你不行。不是，他做这种不要脸的事是我们老王家家门不幸，跟我有啥关系？他的事跟你没关系，那头孩子的事跟你有没有关系？我就是王清河的亲生母亲。这怎么回事啊？您是听娇娇说的吧？是，当初是我那老婆子鬼迷心窍。不，你儿媳妇不是这么说的，她说是你跟你老婆一起偷的清河，她还说这些年你一直在欺负清河。什么？您听我说。闭嘴！我现在不想听你说，我只是通知你，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清河，秀秀，我们走。我咋有点不明白？周娇娇勾引王清河，王清河多了一个吗？王守成偷了人家我儿，这老王家啥情况啊？清奇，你听我解释，我都是为了咱这个家。呸！你少来！之前就老话大哥嫌弃我，你终于遵从本心了是吧？不要脸的荡妇，我成全你，你给我从家里滚出去！你竟然敢赶我，你有没有良心啊？你看你，号称幸运之子，结果现在就像一只丧家之犬被人赶出门。不会的，我的好运气是与生俱来的。你以为人活着光靠运就行了吗？还有公道，还有人心。周娇娇，你自私自利，坏事做尽，现在老天都不帮你。不会的，不会的，我是天生好运，我是天生好运，我是天生好运。妈，我们敬您。我今天告诉你爸，他开心坏了，问你们什么时候去省城呢？妈，我刚进厂，还在学中医，秀秀的工作也刚稳定，我们还是想靠自己在这打拼一下。当然，我们有空就会回去看你们。大嫂，恭喜你们一家团圆。对了，我听说老四在厂里偷罐头，给人开除了。活该。对了，大哥，我跟媳妇找到地方住就搬走，肯定不在这打扰你们。隔壁院子的明姐要全家出国了，我跟你大哥做猪给你们买了，要还钱哦，但可以慢慢还。大哥、大嫂，谢谢你们。其实大哥都不是亲生的，你们还对我们这么好，这有啥？做不了妯娌，咱做邻里。月月和明明跑了进来，一左一右拽着齐莹莹往外走。奶奶、妈妈，出来放烟花了。月月、明明、囡囡拿着仙女棒在院子里奔跑着，大人们微笑地看着孩子们。我靠在王清河的怀里，纵使没有天生的好命，但我有你们，这就是我此生最大的运气。